林长渊，你合伙人卷钱跑了，这5000万的烂账你今天不还，老子把你全家沉江！如果有下辈子，我绝不再做任人欺辱的蝼蚁。活下去，照顾好你嫂子。只找到林家老药，林老大怕是尸骨无存了。那50两要是再拿不出来，我打死你！欠款、势力、强人所为，换了个世道，还是这些不入流的规矩。爹娘啊，你那短命鬼丈夫连尸骨都没了，欠我赵家的50地租，你拿什么还？赵少爷，长渊重伤昏迷不醒，求您宽限期。就是这小白眼狼为了自己活命，把你男人踹下悬崖的。你胡说，长渊绝不会做这种事。今儿个这粉教你进也得进，不进，老子有的是法子让你求生不得，死罪难逃。您放过我，我这辈子当牛做马还您的钱，求您。当牛做马？你这身细皮嫩肉，家底岂不糟蹋了？你要抓就抓我，别动他，求求你！等老子办完你，就送他去见你男人。你这畜生！大哥，长渊，救我！长渊，嫂子护不住你了。长渊，救我！救我！还想英雄救美？少爷办完事儿，你找死！长渊，回去告诉你老子，50地租，7天后我送上门。现在带着你的狗滚！好你个林长渊，你有种！50地租，7天后的期拿不出钱，老子要你们林家在这村里消失！长渊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嫂子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在。长渊，赵金宝不会放过咱们的，咱们连今晚的饭都没有了。既然家里没粮，我就去山上拿。不许去！你不能去那座山！你忘了昨天了吗？你大哥就是背着这把弓上的山，结果呢？人没回来，连块完整的骨头都没找着。你是想让我也去那深山老林里给你招魂吗？哪怕咱们在这儿饿死，我也绝不看着你再去送命。嫂子，大哥的事是意外，但我答应你，这种意外绝不会在我身上发生第二次。赵金宝那50两银子是悬在我们头上的刀，躲在家里，刀迟早会落下来。进山，那是我们唯一的活路。在家把锅支起来，等我。长渊，一定要回来，哪怕打不到东西，也要回来。嫂子在家里等着你。这具身体还是太虚了，走这么一会儿，心跳就快炸了。妈的，难道刚活过来就要死在这儿？我不甘心！这又是哪儿？我死了吗？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不疼了，伤口全好了。这泥土，这水，全是宝贝。老天爷，你这是要在古代给我开个金库啊！滚进去，给我滚进去！啊！消失了。
6品叶，红皮野山参，看这个头，起码100年往上。赵金宝，有个这个，老子要让你赵家连人带骨头都吐出来！整整3天了，那病秧子进山连个赏都没传回来，怕是早被狼掏了心。哎，可怜那小寡妇，守了大的，守小的。今晚赵公子的人再来，他怕是活不成了。林家娘子，别等了，你那废柴小叔子回不来了，这会儿估计连骨头渣子都被野狗舔干净了。少爷发话了，今儿个是第3天，既然林长言死了，那这50两债你就得肉偿一辈子。他会回来的。回来？你做梦呢！这种天气死人山，神仙也得脱层皮。走吧，少爷在大宅里给你备了红绸子，保管你比在这儿等死强。林长元，你是人是鬼？你居然没死！一个人回来还敢这么横！哥几个先废了他！谁的手刚才碰了我嫂子？没有，少爷爷饶命，我们这就滚！常元，你回来了，你真的回来了！我以为你跟大哥一样，只要你回来就好，咱们不打猎了，咱们去卖头发。只要你人活着，咱们吃草根也行。嫂子，草根那是人吃的，你小叔子进山3天，能空着手回来？可是你这……你先进屋把火升起来，把大锅支上，我去院门口把东西卸下来。嫂子，出来搭把手，这畜生太沉了。嫂子，肉回来了，够吃吗？肉，真的是肉。常元，咱们有救了，咱们林家有救了。嫂子，别光顾着哭，去烧火。今晚咱们不仅要吃饱，还要吃最好的。常元，你伤口还疼吗？这鸡腿你吃，你得补补。嫂子，这头野猪太大，咱们留不住，明天一早我就拖去镇上。这鸡咱们1人1只，吃完好睡觉。这是什么味儿？真的打到大货了！这味道香得要命，闻一口都觉得能多活2天。哈哈哈哈哈！算算时间，那2个狗腿子该把沈月娘那小蹄子抬回来了吧？今晚本少爷要好好。混账！沈月娘呢？本少爷的人呢？少爷，我见鬼了！林家那病秧子没死，他从地府爬过来索命了。他不是人啊，少爷！他一斧子差点把咱们给剁了，小的连招架的力气都没有，就被他生生拧断了手。哦，林长言还没死？少爷，这就奇了。进深山3天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不吃不喝，居然还能活着回来。这林家老二怕是得了什么不得了的邪缘。邪个屁！我就不信他真是铁打的。少爷息怒，他既然没死，肯定会想法子弄钱。这冰天雪地的，他唯一能弄钱的去处就是县城。咱们只要在镇门口……没错，既然他敢回来，就让他再死一次。常渊，那2人跑回去，地主家肯定不会罢休。这肉，咱们真能守得住吗？那2个狗腿子被我打怕了，根本没胆子再看院子里有什么。赵金宝现在只知道我活着，但他绝猜不到我有这么多筹码。嫂子，明儿一早我就进城，这肉换成银子，这人参换成良田，只要有了钱，官府也得给咱林家3分面子。常渊，赵家在城里势力大，若是那些人不讲理，这猪咱不要了，你保命要紧。嫂子，锁好门，我一定带银子回来。300斤的猪拖10里地，那是自寻绝路。等到了城门口再搬出来，才叫万无一失。王爷，那小子狠着呢，打伤了咱家少爷的人，手里肯定不干净。待会儿只要他露头，您可得直接拿下。在这片地界，私通山匪可是重罪，只要搜出点由头，保准让他有命进，没命出。
鱼儿上钩了。看那野猪得有300来斤吧？就是他，王爷，就是这小子！站住！有人举报你私通黑风寨山匪，这野猪定是劫掠所得。来人，给我连人带货，统统锁了！王捕头，你说这猪是赃物，我林家3代猎户，打个畜生还得问问山匪的意思？还是说这县城的城门姓了赵了？我说林家的小崽子，你大哥那个丧门星刚死，你就弄回这么大一头猪，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买卖？王爷说的对，这林家死的蹊跷，二房又突然冒出这种怪力，我看啊，是你这克亲的绝户头为了这口猪把你哥推下山了吧？赵管家，你这舌头要是只用来喷粪，不如我现在就替赵员外割了他，省得哪天脏了地府的路。你敢骂我？骂你？你一个给地主家看大门的，真当自己是个人了？够了！这野猪分明是山匪的赃物，没收充公！来人，给我拉走！捉贼捉赃，拿人拿双。王捕头，你哪只眼看见我私通山贼了？就凭这老狗的一句废叫，老子的话就是王法，你个泥腿子也配谈赃？给我打！小儿横的，好，老子就让你们这群穿公皮的土匪当众丢尽老脸！好一个，老子的话就是王法！什么时候青石县的宫门成了给地主家咬人的狗窝了？吴老，你老怎么亲自出城了？这一斧致命，力道入骨而不透。这位小兄弟，这头野猪可是你独力击杀？山民求财，力气大些罢。好一个力气大！这猪毛色油亮，体内定有老参之气滋养，这等极品野猪肉，我济世堂收了，谁敢说是赃物？吴老，这小子确实有嫌疑。嫌疑？我吴某人在这青石县行医30载，我看人的眼光难道还不如你这个饭袋？吴掌柜，您可别被这克死哥哥的丧门星。我哥是怎么死的？赵金宝比我清楚。你再敢喷一句脏话，我就让你在这变成死狗一条！小兄弟，刚才在那野猪身上，老夫闻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膻味。若老夫没猜错，你身上是不是还带着更金贵的东西？掌柜的，野猪是开胃菜。百年血参，这是能救命的仙草。小兄弟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五品叶，顶盖红，这须子上的张叶还是活的。小兄弟，这血参怕是不止100年，他这是在地气极旺的火穴部长成的参王啊！吴老是个识货的人，您开个价。若是差得远了，我这人脾气急，怕是下一秒这参就进了隔壁回春堂的门。你这后生嘴真毒！这种救命的仙草，整个青石县只有我济世堂护得住。老夫出500两银子。500两，吴老，你是当我没见过钱，还是觉得你家那大小姐的命就值500两？你怎么知道我家小姐？刚才经上那阵咳嗽声带着焦枯味，若无此参续命，她活不过这个寒冬。好，800两白银，再加1块我济世堂的贵宾令牌，以后你在县城买药办事，我吴某人一力承担。成交。不过我要500两现银，剩下300两，我要在城北换一处带高墙的大院子，地基要快。这是早就算准了老夫的底线啊，真是后生可畏。这男人眼神里没有穷人的卑微，反而有一种掠夺者的贪婪。查清楚，他是真的运气好，还是在藏拙？是。不过大小姐，赵员外家那个管家一直在外面鬼鬼祟祟，怕是要在那小子出城时动手。地主家的土狗也想救命参，等他们动了手，你再出去收拾残局，把人救下来。我要亲口问他参的来源。王爷，吴老头竟然护着那小子，但他护得了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那小子怀里揣着的可是几百两雪花银，还有野猪卖的钱。听说他家那个小寡妇长不错，那娘们儿咱们哥几个也得分一分。3个盯梢的，2个带响的。赵金宝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急着送死。林长渊，这银子你这种贱命没福气花，乖乖交出来，老子给你个痛快，让你去地下跟你大哥团聚。王爷，别跟他废话，先剁了他的手脚，我要看他在雪地里爬着求饶。要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上，砍死这病秧子！好诡异的身法，这怎么可能？鬼，你是鬼，你不是林长渊。王捕头，你刚才说要送我去见我大哥。长渊，饶命！都是少爷，都是赵金宝逼我干的。告诉我，我哥死的那天，除了你和赵金宝，还有谁在场？是村长。村长的小儿子在那根绳子上涂了盐羊油，引诱野猪去撞你哥，饶了我，我都说了。谢了，去地底下跟我哥忏悔吧。济世堂的朋友看够了吗？林先生，大小姐有请。她想跟你谈的不仅仅是这株血参，还有你那一身仙家手段。告诉她，想跟我谈，得看她出不出得起价。就是这儿，
林家老妖私藏禁物，抓他嫂子去县衙大牢问罪。怀里揣着800两银票，背上够吃半年的白米。嫂子，以后我让你天天吃肉。长渊，你还活着？你没被王捕头给……我为什么会死？我嫂子呢？你家出大事了，村长说你私通山匪，你嫂子这会儿估计被拉到村口祠堂问罪了。月娘，这就是报应。长渊那小子肯定死在城里了，你还是老实交代那头野猪的下落，叔还能给你留条活路。他没死，他会回来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还做梦呢！王捕头早就去城门堵他了。今晚你就跟老子进屋，好好交代赃物。林长渊，你怎么可能回来？王捕头呢？王捕头大概正在城外死人沟里等着投胎。林大德，地契呢？我哥那份呢？长渊，有话好说，我这也是为了村里。为了村里，好，那今天我也为了村里除掉你。嫂子，把眼睛闭上，这里脏。听见了吗？马蹄声，那是侯府的兵。哈哈，林长渊，你死定了！他们是来拿那封信的，你就算杀了我，你也守不住那东西。什么信？林大德，你死到临头开始编戏了。长渊，他在说什么？绝不能被包圆，这是我林家的东西。嫂子，走。封锁所有出入口，谁敢放走林家的人，提头来见！乱党林长渊，束手就擒！常言，他们怎么叫你乱党？咱们只是种地的。嫂子，别听他们废话，这世道，他们说你是贼，你就是贼。这些兵和赵家的狗腿子不一样，全是杀过人的正规军，硬拼必死，必须用那个。扛马，走！放箭，别伤了那女的，她手里可能有密信。又是什么信？这群人到底在找什么？常渊，他们说你有密信，说你是乱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哥走的那晚，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？嫂子，我也是一头雾水，我只知道大哥的死另有蹊跷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咱们在县城站稳脚跟，真相迟早会出来。现在咱们得先找个地方吃口热乎饭。看什么看？哪个村的？大人，林家村遭了白灾，地主家也没粮了，进城投奔远房亲戚。小兄弟，这宅子以前出过事儿，大家都嫌晦气，但我看你气运旺，压得住，一个月3两银子，不讲价。3两，这够咱们在乡下吃半年肉了。墙高院深没邻居，这钱花得值。租了，带我去办地契。常渊，咱们在这儿落了脚，总算不用提心吊胆了。明天我去找绣坊，赚点家用。嫂子，从今天起，你不需要再受一份累，天塌下来我顶着。把这碗温水喝了，早点歇着。空间竟然进化了，这泉水生机活血，能改体质。常渊，你快来看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感觉浑身都是力气，连那陈年心口疼都不见了。可能这城里的风水养人。嫂子，吃饭吧。常渊，这裂宫我擦了好几遍，可里面怎么总有股焦糊味，而且比以前沉了不少。嘘，原来这就是让所有人发了疯都要找的信。这不是求救信，这是平南侯通敌卖国的万民书。这封信现在交出去，连面圣的机会都没有，就会被杀局灭口。但在我拥有足够的财力和势力之前，只能是个催命符。1钱银子1颗，不买滚蛋！这大烟炮的天儿，你满城翻翻，哪儿还有一点绿叶子？去！跟你们说了，大雪封山，只剩干药。烦请统报吴老一声，就说故人来访，带了比他最缺的买卖。哪来的泥腿子？我们掌柜的这会儿正愁着没好药，哪有空见你？赶紧滚一边去！这是东家的金令，贵客您稍等，小的有眼无珠，小的这就去通报。林兄弟，自打上次城门一别，老朽可是天天盼着你来。怎么，这次进山又打到什么绝世好物了？吴老，我说过我会带笔大买卖来，只是这买卖太逆天，怕你吃不下。
叶脉饱满，根茎无损。老夫行医30载，这大雪封山的寒冬，怎么可能有如此鲜活的草药？林兄弟，你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吴老，做生意不问出处，满城绝户的独家买卖，你开个价。若是济世堂吃不下，我转世就去对面的保和堂。这筐药，老夫出300两。大小姐，此人太过邪门，冬天拿出仙药，绝非人力可为。他会不会是精通什么障眼法的骗子？世上哪有妖法？此人眼神狠辣，进退有度，他背后定有某个掌握了特殊温氏秘法的隐秘世家在给他供奉。告诉吴老，这筐药500两买断，另外请林公子上楼喝茶。林公子，500两银子买断你这一筐仙药，这价格不知你背后的那位高人手里还有多少这样的存货？吴小姐，这杯茶不好喝啊，我就是种地的，你要多少我给多少。好，就依林公子的规矩。不过我提醒公子一句，你刚才进门时露了白，赵家的人已经在门外候着了，需要我借2个人护送你吗？多谢吴小姐美意，几条野狗罢了，还对付得了。哼，林长渊，有人花钱买你的命，老子给你个痛快！赵金宝这条狗，还真是记吃不记打。废什么话！上！你使的什么药法？好恐怖的杀人技，根本没有多余的招式，招招都是冲着拿命去的。他那诡异的身法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赵金宝，既然你这么想要我的东西，这件回礼希望你会喜欢。爹，李长渊那个疯子他来过了，耳朵神不知鬼不觉的塞进我的被窝里，他随时能摘了我的脑袋啊！别救我，我不想死！闭嘴！一个泥腿子会2手3脚猫的功夫，就真当自己是修罗了？老爷、少爷，城北牙行的眼线刚送来消息，林长渊和那个小寡妇进城了。昨天刚在城北贫民区租了个带高墙的破院子落脚。老李，拿500两银子去县衙走一趟。老爷放心，有了刘县令发话，这次定叫那小子死无葬身之地。里面的人听着，县衙办案，立刻开门，否则按抗拒执法论处，格杀勿论。长渊，官府怎么来了？嫂子别慌，去后院躲着，我不叫你别出来。刘大人，就是他，他屋里肯定藏着赃款和凶器。林长渊，本官接到举报，你涉嫌谋财害命，来人，给我搜，掘地3尺也要把赃物找出来。这青石县是讲王法的地方，赵金宝说我杀人，尸首在哪？他既然收到了耳朵，那被割耳朵的人又在哪？大人，屋里比脸还干净，连个铜板都没搜出来，更别说带血的凶器了。不可能，把他抓回大牢用大刑，不怕他不招。哼，刁民狡猾，定是藏起来了。来人，先把他锁了，押回大牢候审。刘大人，抓我容易，但想好了怎么跟济世堂交代吗？慢着，这是济世堂的特等贵宾金牌，你怎么会有吴家大小姐的信物？大人，您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个种地的。闭嘴！济世堂背后的关系通着知府大人，这金牌权限只有3块，岂能造假？误会，林老弟，这都是误会。本官是受了这赵家小人的蒙蔽啊！那什么耳朵的，纯属他赵家无中生有。刘大人清明，只是这赵少爷无故带人擅闯民宅，还诬陷我杀人，这笔账怎么算？来人！赵金宝诬告良民，咆哮公堂，给我重打20大板，轰出去！大人，我爹可是给您送了银子的啊！别打了，李长渊，你给我等着啊！长渊，这大冷天的挖井做什么？城里不是有水车送水吗？嫂子，水车送的水种不出金子，我要在这后院建一座能在冬天长出新鲜蔬菜的暖房。冬天长菜，这怎么可能？连那些大老爷的暖阁里也长不出啊！他们长不出，是因为他们没有这口气。林老板，您这图纸真奇怪，不仅要把墙砌成夹心留空，还要在屋顶铺满打磨透光的琉璃瓦，这造价可得小100两银子啊！钱不是问题，墙壁夹层要能烧炭走烟，屋顶必须透光严密，3天之内完工，工钱翻倍。得嘞，您就瞧好吧。长渊，这里面竟然比夏天还暖和。嫂子，光暖和不够，还得有水。这……嫂子，这是咱家枯井里的水神器，记住，这口井、这个暖房是咱们安身立命的本钱，无论谁来，绝对不能透露半个字。我懂，我谁都不说。长渊，有了这个，咱们再也不怕饿肚子了。饿肚子？嫂子，我要让这满城的权贵都排着队来求咱们卖菜。
这鬼天气，连根葱都买不到，怎么留得住客啊？掌柜的，听说你这儿缺新鲜菜，去，你哪来的新鲜菜？难不成你能把草根变成白菜？活的，真的是活菜！我的老天爷，公子，您开个价，我全包了。全包，可以。白菜1两银子一颗，萝卜2两，每天只供10筐，先到先得，记在赵府账上。今儿这白菜倒是新鲜，回头给咱们府上也送几十担过去。赵管家，今儿这顿盛会3两白银。你他妈杀猪呢？老子就点了一盘白菜1壶清酒，你敢要3两？哎呦爷，我是从林老板花了1两银子一颗收回来的，卖您3两那是保本的交情价。1两银子一颗，你说那白菜是谁供的货？1两银子一颗，那小子种的不是菜是金子啊！你是说他城北那院子里有个琉璃房？爹，我就说那病秧子抢钱，这不能忍。既然他不肯给咱们赵家当牛做马，那就让他彻底消失。动作快点，先拿种子，再泼火油。少爷说了，除了沈月娘那个小娘们儿，其他人一个不留。谁？我发现你们不长记性了，弄死他！死也拉你垫背！找死！林长渊，这魔头，他是想跟我们不死不休啊！长渊，这琉璃瓦怎么湿了？昨晚下了场急雨，把脏东西都冲干净了。听着，知府大人有令，寻得鲜活龙葵草者，赏1000金。这大雪天的，哪有活草药？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？爹，林长渊那杂碎能种出活白菜，肯定就能弄到活草药。咱们把这消息告诉刘县令，就说林家有神药，却见死不救。老爷刘县令正愁没法给府城交代，只要官府定他个私藏军需的罪名，咱们不仅能报仇，还能顺手接管他那个能长金子的暖房。这白菜就是他的催命符，去带县令的人往城北走。长渊，今早我去打水，瞧见好些人在咱家后巷指指点点，说咱家白菜是妖物，我这心里跳得厉害。嫂子别怕。只要他们想拿我当替死鬼，我就能让他们全家进地府。空间灵泉催熟的龙巢草，药力是普通药草的10倍，这就是我彻底撕碎赵家的底牌。林长渊，本官接到密报，你有培育仙药的秘法，却私藏不报，置知府千金性命于不顾，你可知罪？大人，搜他的暖房，那里面全是证据。大人，快看这成色，这白菜都能卖2两，那药肯定值1000金。咱们把这暖房连根拔了运往府城，那大功劳就是您的。林长渊，把那媳妇发过的草药，这统统抬出来。若离了这地火龙和秘制井水，见风死，你们确定？编，接着编，你就是想独吞，给我抢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在此地喧哗？使者大人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下官正为您搜寻神药。本使给你的期限只剩2个时辰，药呢？大人，药就在这儿。这小子想独占神药，小的这就为您取出来。毁了！你竟然毁了唯一的药引！刘县令，这就是你说的万无一失。知府千金若有闪失，本使要你赵家满门陪葬。毁掉的只是草，能种出草的人还在。不过有些狗叫得太欢，吵得我记不住秘方了。林长渊，到了府城，若你的药救不活小姐，本使不仅会收回赏赐，还会亲手送你上路。若我救得活，我要在府闹市区盘一间铺子，且官府3人不得抽我的税。只要小姐醒过来，这点要求，知府大人会满足你。长渊，咱们是不是闯了大祸了？那可是知府大人啊！嫂子，以前咱们在土里刨食，看天吃饭，以后咱们让这些大人物看咱们的脸色吃饭。人毒入髓，若无鲜活的龙葵草护住心脉，药引带到了，大人都让开！您莫不是开玩笑？这毛头小子能有仙药，还是在这滴水成冰的季节？小兄弟，这就是那金脉龙葵，快煎药！药要先取，此药见光易损药力，请大人和各位大夫移步屏风后，且准备1桶滚烫的井水，我要独自运功催药。故弄玄虚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泥腿子能耍出什么花招！都退下，守住门口。
这一碗500两，这一碗就是我的官商之路。这是大哥打猎捡的破烂儿，怎么感觉阴森森的？大人，幸不辱命，药已服下，半炷香内，小姐必会转醒。体内的温毒竟然在消散，这简直是神迹呀！先生神医，真乃神医啊！来人，赏银1000两，在城南翠华街准备一座旺铺。林先生，在那之前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是不是有个大哥？他怎么会突然提起大哥？难道他查到了什么？冷大人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草民确实有个苦命的大哥，是个山里采药的粗人。前阵子大雪封山，他狡猾摔下悬崖，连尸骨都没找全。大人，偏殿出事了，守门的2个弟兄被人下了迷药，林家那位娘子不见了。把东西交出来，饶你不死！你是谁？放开那位姐姐！知府家的小崽子，正好一并带走。空间感知，开！50米内，所有活物心跳如鼓，在那儿！好敏锐的感知力，连我都没察觉到气息。放开他！又是黑羽卫，这是平南侯府养的死士，他竟然为了这东西，敢在知府官邸杀人放火。平南侯府，你之前问我大哥的事，现在看来，我大哥当年采药坠崖，怕不是意外，而是撞见了不该撞见的鬼吧？林先生，如果你大哥手里真有这东西，那他能活到坠崖那一刻，已经是奇迹了。这东西能让这北宋朝的天塌下了一半。常渊，你大哥他难道是被这些坏人害死的？嫂子，别怕，不管凶手是谁，这笔账我会一寸一寸的跟他们算清楚。冷大人，想知道这东西的来历，咱们换个安全的地方谈。这府邸里怕是不止这一个刺客。林先生，请看，这是我北境3州的布防重针图，此图被一分为3，果然是最后一块。平南侯勾结外敌，想修改北境布防，却在10年前丢失了这枚核心密信，原来竟被你大哥带回了林家村。知府大人，冷大人，既然这东西现在在我手里，那就是我的筹码。平南侯，我会让你知道，这世上最痛苦的死法，不是被砍头，而是清醒的看着你守护的全本一点点化为齑粉。嫂子，没事了，这里是知府府邸，冷风的人守在门口，今晚你可以睡个安稳觉。常渊，那个黑衣人临死前的样子，还有你刚才在书房里说话的样子，我总觉得你离我好远。嫂子，离你远的那个叫杀手，离你近的这个，永远是你的常远。闭上眼，睡吧。林先生，这是昨晚答应你的。城南翠华街如意阁的房契，1000两面额的恒泰钱庄银票，还有这是府城官办药行的特许经营证。知府大人慷慨，我不仅要做药，还要做粮。药引之功虽然大，但越过红线对你没好处。常渊，这以后就是咱们家了。这么大的房子，我做梦都不敢想。这只是个仓库，嫂子，以后我会让你住进这府城最高的楼。空间奖励的陨铁淬炼，正好试试。幽冥草成熟度10%，提炼此草可获得清醒幻觉药剂。警告：心智不坚者入梦即疯。平南侯府的人既然能潜入知府官邸，那这翠华街恐怕也早有他们的眼线。这药正好拿来洗鱼。林氏商号，主营荒年救急。3日后，本店不卖银子，只卖粮草药食。饵撒下去了，不知道平南侯府的第一波派来的是哪条鱼？常渊，快醒醒！好吵，好多心跳声，还有刀子蹭在砖头上的声音。在哪儿？我听到屋顶有3个，走得好轻。库房窗户外面蹲着一个，他在撬锁。没味道，不是桐油。不用闻了，你已经没命了。哼，装神弄鬼，去死！别过来！不是我要杀你们的，是统领，是平南侯让咱们杀人灭口，抢夺军饷图的。军饷图？平南侯把军饷藏在哪儿了？在城郊玄武湖底的沉船里。饶了我，饶了我！老子疯了！你使了什么邪术？这不是邪术，是送你们上路的路标。这斧头怎么可能？林长渊，你这斧头哪来的？祖传的，大概是今晚月色好，开了风。冷大人，玄武湖底有沉船，里面是你一直想要的证据，到底还藏了多少本事？知府官邸的事我可以压下，但这玄武湖……冷大人，不
不想立这不世之功吗？长渊，这就是咱们在府城的第一步吗？第一步，先断你的财路；第二步，我要你这侯爵之位变成葬身之地。林老板，这翠华街的规矩，没我周某人点头，你这铺子怕是一颗米也卖不出去。周会长误会了，我不卖米，我卖鲜菜。天哪，真的是活菜！这大雪封城的，它怎么种出来的？今日开张，前100名1文钱1颗，剩下的价高者得。1文钱？你这是破坏行规，给我砸了这些妖言惑众的摊子！周会长，大伙收支的时候最忌讳手乱，还要继续吗？长渊，3600两现银全部到账。吴大小姐刚才派人来说，她要订购咱们所有的后续药材。嫂子，你现在的样子比府城所有的大小姐都美。贫嘴，快去搬货，库房都要空了。玄武湖的沉船捞上来了，确实是军饷，整整10万两。但平南侯已经收到了封赏，他今晚调动了行宫的一支百人亲卫黑羽旗，冲我来的？不是冲着如意阁，他要在你名声最盛的时候，让你畏罪自尽。林长渊，撤吧，我护不住你。好，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字。平南侯百人亲卫，正好拿来试试。长渊，有好多人，他们包围了后院。长渊，到处都是心跳声，瓦片在响，就在墙外面，好多人，我头好疼。嗓子闭上眼，无论上面发出什么声音，绝对不要出来。等我叫你。两人去踹门，其余人准备放箭。点子杀手是个练家子，放箭，把他钉死在墙上。全射在石头上了，他被压制了，包抄过去。人呢？他手里是重器，退，拉开距离。平南侯就派了你们这几条小鱼来送死，狂妄！就算你是绝顶高手，今天也得被乱刀分尸，杀！这个男人没有内功，没有花哨的招式，只有杀戮。下一个轮到谁了？你敢找死！长渊，放我出去！别出来，我还没死。硬扛火雷不死，你这身体是铁打的吗？给我剁了他！知府亲卫营在此，平南侯府死士擅闯民宅，杀无赦。知府的兵撤，快撤！一个不留。冷风，你敢杀侯府的人？你！这些都是你一个人杀的。嫂子，安全了。长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傻？钱咱不要了，命都没了，要钱干什么？他们没伤着我，都是抱住朕的。他不验，我也要打碎他的牙。冷大人，烦请你把这些人原封不动的扔回平南侯府的大门口。全军覆没！一个泥腿子，竟然让我侯府的黑羽卫折损殆尽！既然他们想玩，那就玩绝的！传令下去，封锁府城4大城门，切断所有商路。我要林家商号1粒米1根菜都卖不出去。警告！宿主昨日违规吸收火雷爆炸能量，导致空间核心过载，空间将于10秒后进入强制休眠状态，预计休眠时间10日。什么？昨天才3两，今天就要10两，这是要逼死全城的人啊！侯爷说了，城门不开，这府城的米就是金子。林长渊那小子不是爱充大头吗？我看他那点库存能撑几天？意识感应断了，这种彻底失去掌控的感觉，还真是怀厌又该死的危险。长渊，冷大人刚才派人送信，说城外咱们的货运不进来，库房里的存粮只够伙计们吃3天了。3天够了，嫂子，扶我起来，传令给店里的伙计，把剩下的存粮全部搬到门外。林长渊，你疯了！
这种时候你不缩着脖子守粮，还要搬出去。州府那帮人正盯着你，只要你粮空了，他们立刻就会煽动暴民拆了你的商户。冷大人，商场如战场，平南侯想玩坚壁清野，那我就送他一场烈火烹油。去，帮我办一件事，事成之后我送你3万担粮食。3万担？你拿什么变出来的？哟，林老板这是熬不住了，准备把这点家底拿出来散财。就这么点东西，够全城人塞牙缝吗？周会长误会了，林某不散财，只是想告诉全城百姓，我林家的粮管够。即日起，林氏粮行每天限收100斗，价格1文钱1斗。1文钱？你这是自寻死路！你哪来的底气？我的底气在城外10里的万吨粮仓里。程渊，咱们哪来的万担粮仓？咱们嫂子，这叫借势。周家手里的粮是用来卖高价的，他们比我更怕粮价跌。只要他们信了我有粮，他们就会为了保住身家，抢在冷风之前把自己仓库里的粮贱价抛售。侯爷，不好了！城内那些摇摆不定的粮商，听闻林长渊有万担私粮，已经开始集体降价抛售了，咱们的米卖不出去了。万担私粮，在这风城大雪天，他林长渊是从土里变出来的吗？去，告诉州府，要是压不下粮价，本侯先拿他的脑袋祭旗。侯爷息怒，1文钱1斗米，这不叫经商。林长渊这是在赌命，赌咱们不敢查他的底。我亲自带州府去，看他那库房里装的是米还是草。林长渊，你个乡下来的克勤丧门星，你大哥死的不明不白，你现在又来断全城商户的财路，你是想绝了府城的种吗？滚出来！就是一个睡长嫂的烂人，也配在这儿谈救济？你那库房要是没粮，老子今天就把你拖去喂狗！程渊，他们骂的好难听，他们说大哥是你害死的，我好恨。嫂子，这世上狗吠得越响，说明他越怕主子挥鞭子。今儿这鞭子我亲自抽。周会长，侯爷的尿壶尚且有几分金贵，怎么你这侯府的走狗脸皮却比城墙还厚？1两银子1颗的白菜你吃得起，1文钱1斗的米你吃不下了。有种开库房，要是没粮，你就是戏弄官府，儿女当斩。心虚无力，林长渊，你在演戏。库房那是我的命脉，周会长想看，行啊，拿你周家在西街的3间铺子来赌，你敢吗？怎么当狗当久了，连咬不咬人都得看主子的眼色？周府，你这种货色，连给我大哥提鞋都不配。林老板好口才，周会长不敢赌，我们替侯爷跟你赌。开门吧，若里面有粮，我项上人头送你；若没粮，沈月娘归我侯府私牢。还有7天，空间是指望不上了。但莫先生，你算漏了一件事，这世上有一种粮，叫借尸还魂。林老板，障眼法我见得多了，不知你这袋子里装的是米还是沙子？这是军中的精米，每一颗都带着官印的味道，这怎么可能？周会长好眼力，周会长，这第1袋你输了。城门封锁3日，飞鸟难入。你这上万担军粮，究竟是怎么进城的？莫先生忘了，这如意阁原本是知府大人的别产，而这后院连着的是府城的暗区官道。你家侯爷藏在城外的黑粮，昨晚换了个主家。你竟然勾结冷风，劫了侯爷的私仓！林老板真乃神人，我们要买粮！林老板万岁！莫先生，赌约已定，你是要留下项上人头，还是留下你身后那些粮商的家底？走，我们认栽。你这招借花献佛玩的真绝，把平南侯的私粮搬进自己的库房，再借我的手洗白。林长渊，你现在的命比这府城知府还贵。冷大人也拿到了你想要的探墨证据，咱们各取所需。但这只是缓兵之计，我的暗道已经暴露，平南侯下一招会更狠。地底下有声音，不是老鼠，是人的呼吸，就在井底。休眠进度 Day 4/10，由于宿主成功进行资源大规模吞噬，系统重启倒计时缩短。二郎，你是二郎吗？大郎临死前托我把那个给你。长渊来了，
至少30个人，带了响箭，快到正门了。该死，这个时候，嫂子去正门拖时间，不管谁敲门，就说我重伤未醒，你在换药。谁啊？这大半夜的，常员刚歇下。林娘子，本官抓捕一名潜入暗渠的重犯，有人看见贼子往你家这偏僻宅子钻了，例行搜查，让开！大人，这深宅大院的哪里来的贼子？我一个妇道人家守着重伤的小叔子，您这样冲进来，还有没有王法？在府城，侯爷的话就是王法，给我搜，连个耗子洞都别放过！林老板挺得挺硬啊，受了火雷的伤，还有心思在这赏月。督军大人伤了肺腑，夜里咳嗽的睡不着，倒是我这院子似乎格外招大人的青睐。怎么一股子暗渠里的臭泥味儿？刚才枯井里的水溢了，嫂子打水泼了一地，大人的鼻子比赵家养的那些畜生还要灵。巡夜营办案，门内何人喧哗？立刻开门！冷风，这丧门星怎么寻到这儿来了？哼，督军大人，这深更半夜的，您放着侯府大门不守，带人翻进知府大人的次宅，不知是有公文在身，还是想造反？冷大人别误会，本官是追捕刺杀侯爷的要犯，贼人进了这宅子，本官也是为了林老板的安危着想。哦，冷某巡了一整夜，连个猫影都没见着，倒是听见督军大人要把这院子拆了的动静。林老板是知府大人的恩人，这宅子里的一砖一木都登记在册。督军大人若要强搜，冷某不才，只能陪大人过2招，再去知府大人面前领罪了。撤，去别处搜！二郎，大郎哥死的不值啊！这枪头是平南侯府铁甲卫专门猎杀武林高手的利器。10年前，大郎哥撞见了他们往蛮族运送私铁的船，为了灭口，他们追杀了他10年，后来隐姓埋名逃回林家村，直到最近才被侯府的探子重新发现并追杀坠崖。既然他敢用这种东西杀我大哥，我就让他平南侯府也尝尝穿心之痛。冷大人，名单在哪儿？名单不全，大郎哥说他把最关键的证据藏在了最暖和却也最冰冷的地方，只有二郎你能懂他的意思。大人不必动怒，林长渊现在之所以横，全靠那点鲜菜撑着知府的命。我已派人买通了知府府邸里负责试毒的婆子，明日林长渊送去的白菜里会混入一种名为化血粉的药。这种药单吃无毒，但一旦遇到林长渊那特有的泉水滋养出的蔬菜，就会变成见血封喉的毒。到时候救命神医变成杀人凶手，知府会亲自剐了他。嫂子，今日的菜别送白菜了，换那筐刚出土的紫皮水萝卜。可小姐指明要吃白菜啊，说白菜清甜。连着吃了几天白菜，嘴里早没味儿了。这萝卜被火龙烤过，不仅不辣，反倒清爽开胃。东西带进来了。莫先生真能保我的命，这可是知府家，万一真吃出人命，我全家都得填井。莫先生说了，只要姓林的送那种带灵气的白菜过来，两边一碰，那小姐就得断气。到时候你就说是菜不干净，懂了吗？林家娘子，今儿白菜怎么还没送？小姐昨儿还念叨想吃口清甜的。王哥实在对不住，昨后院烟道堵了，这不刚从地头刨出来的紫皮萝卜，水灵着呢。白菜吃多了也腻，这萝卜解腻化食，送进去吧。小姐估计稀罕这个。莫先生，那药真管用，林长渊那小子命硬得很。这不是药，这是规矩。他仗着那点菜救命，我就让他的菜杀人。只要小姐一倒下，知府就是他第一个索命鬼。爹，这味道比白菜好，脆生，吃了身上不沉。长渊，今儿那厨娘看我的眼神总觉得怪，像是想说啥又不敢。他那是盼着咱们送命呢。二郎，这姓莫的心太脏，一计不成，肯定还有下回。既然他喜欢在灶房里做手脚，那我就把他的灶给拆了。萝卜，他一个种菜的，在这儿跟我玩临时起义。魏先生，那白菜确实辛苦了。林长渊那人性子轴，不肯送残次品。好，算他运气大。既然府城淹不死他，那就把他推到京城去，那里多的是想要他命的王公权贵。长渊，昨儿我去街上瞧见好些人面色发青，在那儿干呕。空间彻底沉寂，我连想取点灵泉水出来验验都不行。嫂子，这2天你在家待着，别出去。药铺那边的义诊也先停了。侯爷真是大好人，这东温刚抬头就给发药。可怎么吃了药，这心里更燥了。平南侯发的那种药散，出吃有力气，停了就浑身烂，这哪是救人，这是在养蛊啊！我查过了，这些药散里掺了大烟膏子和一种烈性药草。平南侯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离不开他的药，他这是想把全城百姓变成他的行尸走肉。长渊，好多人的心跳声都变得好快，像是在漏气。二郎，前院来了个眼生的官差，说是前头出了急变，请您务必立刻过去一趟。这位是京里来的刘公公，平南侯昨儿800里给朝廷递了道折子，把你给捅上去了。哟，长得倒是清秀，就是这腿脚。草民林长渊
乡野粗人，懂点偏方罢了，当不起侯爷的夸奖。当不当得起不是你说了算。皇上最近东壳犯了，侯爷在圣上面前打包票，说你手里有株金脉龙葵，能在冰天雪地当场催熟，参加岁朝百草之荐。六公公，那神草娇贵，圣上说了，这草得在京城大殿上亲手种出来，那才叫神迹。吴大人多虑了。林老板既然能在您府上的后院里种出神药，到了京城的皇宫大内，自然也不在话下。接帖吧，抗旨不遵是个什么罪名？不用咱家叫你吧。公公说笑了，草民谢主隆恩，只是什么？这龙葵草沸水分土，进京可以，但我得雇几辆大马车拉满我老家的水土和沿途吃的精细蔬菜。侯爷既然这么赏识我，这路上的盘缠和包局护卫，最精锐的人马一路护送您进京，那就有劳莫先生了。常渊，京城那是平南侯的老巢，咱们去了还能回来吗？莫先生派人护送，那不就是半路要杀咱们吗？嫂子，在府城，平南侯可以一手遮天，但到了京城，想让他死的人比想让我死的人多得多。这药要是再发慢点，这帮疯子能把全城给拆了。侯爷说了，这就是听话药，我派人验过了，那些药散里有透骨草，吃几次就断不了。平南侯这是想在进京前把府城变成一座死城。空间休眠第9天，还剩最后24小时。冷大人，知府那边能拖住特使几天？最多3天。特使急着带你回京交差，平南侯也盼着你在路上意外身亡。二郎真的要带着枪头进京，这可是掉脑袋的铁证。平南侯既然敢举荐我，说明他有把握在监药会上弄死我。既然都要死，我总得拉个垫背的。你之前说大哥把名单藏在了最暖和也最冰冷的地方，这宅子里你都翻遍了？翻烂了。大郎哥那个人心思比山里的狐狸还细，他既然说了只有你能懂，肯定不是这些俗底。小姐这病是跟上的，林老板的萝卜虽好，但治标不治本。这是侯爷专门从京城求来的益气丹，小姐服下便可彻底断根。莫先生，林老板说青云现在的身子受不得补。林老板毕竟年轻，有些医理他还不透。大人，侯爷可是把小姐当亲侄女疼的。常渊，喝点热的。我刚才在后院听见老七在敲那一排火龙墙，他说他死活想不明白那句话。火龙墙？是啊，他说火龙墙里最暖和，但现在大雪天的，墙根那层酥脆又是最冷的，也没见夹层里有东西。最暖和也最冰冷。嫂子，这宅子以前是谁的？听说是前朝一个富商的冰窖改的。带我去冰窖。这儿我早翻过了，除了几块烂冰，什么都没。最暖和的不是火，是这宅子的命脉。就是这个，这就是当年的名单。大郎哥说冰药最冷，但藏在这里，他的心最暖和，因为这东西能给弟兄们报仇。最暖和也最冰冷，大哥这是在骂那些吃着冰想卖国的。血是冷的。休眠结束，空间2阶功能完全恢复，灵泉池扩建完毕，解锁药物萃取功能。终于活过来了。临走前，我想给小姐再送一碗药，巩固根基。林老板，我已经给小姐服了侯爷的丹药，就不劳你费心了吧？大人，是信侯爷的丹药，还是信林某的命？小姐，喝了它。莫先生，侯爷的丹药里掺了50散和蝎毒，你是想让小姐在路上自然暴毙吧？大人冤枉，我不知道啊。知府已经把莫先生关押了，虽然还没动平南侯，但关系已经裂了。这只是个开始。常渊，后山有很多人，手里都带着家伙。平南侯这是连城外都不想让我走远。移袭！火雷呢？还给你。嫂子，睡吧，明天咱们进京还有更大的热闹要看。林老板，昨儿那几个火雷，当真是引信潮了？大概是侯爷的家底儿厚，但这做工实在不怎么样。没想的时候被我顺手踢了回去，谁知道一落地他又炸了。冷大人，这是运道，强求不来。你这运道最好能一直带到京城。常渊，你看林子里刚跑过去，不会是回去报信？让他们去报。冷大人，路断了，像是刚炸他的，周围还瞧见了几匹野马的蹄印，这是想把我们困在死人谷里。若是绕路，至少要多走5天。那是平南侯的地盘，更危险。冷大人别急，既然是石头挡路，挪开便是。几千斤的石头，你靠这2车夫搬？空间2阶的药物萃取，能炼药，也能腐蚀。收。大人，齐了！这石头被冻酥了，一推就倒。冷大人，快赶路吧！老天爷都看平南侯不顺眼，这路自然就开了。二郎，
快到京城了，我听说平南侯在京里的门生极多，那剑草会，咱真的能行？老七，在府城我们是泥腿子，平南侯想怎么捏就怎么捏。到了京城，盯着平南侯那把椅子的人可不止咱们。常渊，后面那辆特使的马车里有翻书的声音，还有他在往信封里塞东西。那太监想抢功，他估计是在写密信给他在宫里的干爹，想把咱们这龙葵草说成是他寻来的神物，让他抢。东西越高调，咱们越安全。咱家带神医回京复命，圣上挂念的宝贝就在车上，谁敢拦？公公见谅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所有人下车，验看身份。这就是北境那个神医，怎么是个残废？常渊，城门楼子上面有2个气息很厚的人，一直盯着你的脚看。哼，那是侯府的人，再看我到底是不是真残废。喏，这是你们这屋的份例，省着点烧，京城炭贵，烧完了可没人给你们补。二郎，你看这哪是炭，这分明是刚从雪地里刨出来的石松脂和碎煤塌。这帮狗仗人势的东西，咱们立了这么大的功，就给咱们铸冰药烧尸柴，这叫下马威。常渊，别气，我手巧，把外头的尸皮削了，里头的干薪凑合着也能点着，不能让你冻着。老七，这烟有毒气，快把嫂子提到门外透透风，把门窗都敞开，看着点外面有没有人盯梢。好，娘子快跟我出去喘口气。空间二界，物质置换。常渊，这尸柴怎么突然烧得这么旺，连烟都没了？刚才被浓烟盖在最底下的有几块上好的陈年老炭，大抵是上个住这儿的贵人落下的，被咱们撞上了。在京城想冻死咱们的人很多，但可惜咱们命里的火，他们灭不掉。林老板，这剑草会比的是稀世神药，你带这种喂猪的东西来，是想羞辱皇室？苏小姐若是最近觉得脸上冒痘、夜里盗汗，这喂猪的东西没准能救你的命。你怎么知道我？你身上那股子强压下去的黄连味，10里外都能闻着，药吃多了就是毒。林先生，听闻你的神草能现场催熟，今日圣上虽然未到，但诸位大人都在，你若演砸了，这欺君之罪，本侯也保不住你。常渊，这台子上面怎么这么烫？我这鞋底子都要烤焦了。这帮人还真是不讲究，连这种下三滥的招数都使出来了。怎么还不接红布？这草若是死了，你拎的那筐萝卜可救不了你的命。台子底下埋了地龙，温度这么高，红布一掀，龙葵草瞬间就会脱水成枯草。启动加湿功能。嫂子，待会儿别离我太远。只要你在，我不怕。这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不缩叶？这真是神迹啊！各位大人快看，这龙葵草竟然在长个儿！台子底下挖出了4个大火盆，平南侯这回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知府大人在来的路上了，你这回算是彻底在京城立住脚了。林老板，你那法子是药还是术？苏小姐，药和术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萝卜你拿回去煮水喝，脸上的红疹子3日内必消。常渊，下次这种险咱们别冒了，那台子烫得我心惊胆战的。嫂子，在京城咱们是案板上的肉，不表现得像个神仙，那帮恶红立刻就把咱们撕了。老七，名单收好了吗？藏在衣服夹层里，死都不撒手。林先生，宫里传话，德妃娘娘听闻您有妙法，请您明儿个进宫叙叙。平南侯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，这是要把手伸上后宫了。常渊，宫里规矩多，我听人说那里进去容易出来难，要不我陪你去吧。嫂子，你就待在驿馆，哪儿也别去。冷风留了人在门口守着，你在这儿，我的心才是稳的。好，我在家给你熬热粥，你回来得喝。林先生，听闻你的龙葵草能活死人，本宫最近总是梦魇，不知先生可有良方？娘娘这是心火太旺，草药虽能清火，但解灵还需细灵人。哦，那先生觉得铃铛系在谁身上？方子不难写，难的是重要的水。天下之水，木非王土，先生只管开口。这水须得在极寒之地浸泡过铁甲将士血泪的玄铁。娘娘，平南侯府里不是正好有这种东西吗？林长渊，若没这玄铁引子，龙曲草在京城活不过3天。老七，带沈娘子去里间，后院围墙有生面孔，应该是侯府的死士坐不住了。这帮二郎在宫里，他们想在这儿抓了娘子当人质。林长渊，
你刚才在店里说的那番话，是在给自己挖坟。侯爷，这坟里埋的是谁还不一定呢。名单上的那36位铁甲统领，听说最近有几个正想回京逝职。你见过那个老鬼了？侯爷，他现在正吃着我嫂子做的热饭，活得好好的。嫂子，常渊，刚才有人翻窗户，老七把他们赶走了。平南侯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冷大人，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不是就在南营驻守？是，前锋营统领马汉成。明儿个，我想去拜访一下这位马统领。营房重地，闲杂人等滚远点。知府官邸亲卫，奉命来给马统领送药。林神医的名头，你们没听过？林神医，这大冷天的，老子没病没灾，你送的是哪门子药？马统领，这药不治身，治心。这上头排在第7位的是个叫马大壮的统领，瞧着眼熟吗？林长渊，你当真不怕死？拿着陈年旧账来敲老子的门？怕死，所以才来找活路。当年平南侯吞了那3000万两军饷，你们这36个统领，每人手里都沾了弟兄们的血。马统领，这些年你夜里睡得安稳吗？老子现在就能杀了你，把这破纸烧了！杀了我，老七手里的原件就会送到御史台，到时候平南侯会说是你马汉成一人贪墨，拉你去给那万千哭尸陪葬。马统领，你该为自己留条后路。老七，常渊去那儿多久了？我这心里总觉得七上八下的。娘子宽心，冷大人带了知府的人护着，马汉成那怂货惜命，不敢乱动。京城这些人心眼子比咱们老家的山路都绕，我只盼着他能平平安安回来。那什么功劳名分，咱们真的不稀罕。老子干什么？剑草会还没完，德妃想要龙葵草雇种，平南侯想要龙葵草敛财。下周入宫复命，我要马统滚带一队牵兵去南门暗土接应一批货。什么货？当年被平南侯调包的一批黑铁甲。喂，林长渊，这是我爹让我送来的宝济丸，他说你那萝卜法子确实有点意思，让我来跟你交流交流。交流就不必了。苏小姐此次前来，怕是另有所图吧？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苏小姐请坐。常渊这人性子直，没坏心的。您坐下歇会儿，吃口家常点心。在家里，他就是个冷了要添衣，饿了要吃饭的普通人。苏小姐也是常年摆弄药材的人，手都粗了，不容易。苏小姐既然懂得配药的苦，就该知道有些要命的方子得关起门来自己配。嫂子，替我招待好苏小姐，我得回屋去给平南侯准备明天进宫的回礼。平南侯想在入宫那天换掉我的药，那我就给他准备一份他吞不下去的大礼。平南侯不是喜欢给百姓吃带饮的药散吗？这回让他自己也尝尝这滋味。急报！知府大人在来的路上遭遇流民暴乱，被困在清风谷，特命冷大人带兵火速驰援。流民暴乱？府城离京城不过几日路程，怎么会突然暴乱？冷大人，这是调虎离山，平南侯急了，他想在知府进京前把咱们彻底清了。林长渊，我若走了，驿馆这几个人根本挡不住侯府的亲兵。冷大人，你去救知府，我是妇道人家，侯爷明面上不敢闯驿馆，只要常渊手里的神药还没进宫，他们就不敢杀他。常渊，咱们躲进那个暗室去，像在老家井底那样，我守着门，你算你的账。嫂子，对不起，本想带你来京城享福，结果又让你钻地道。只要在你身边，地道也是福窝。常渊，我刚才听见外面有人说，明天一早平南侯就要进宫面圣，把咱们的罪证递上去。既然他要递罪证，那咱们就帮他递个大的。常渊，他们要冲进来了。二郎，待会儿门破了，我冲出去引开他们，你带着娘子从冰窖后窗翻出去。嫂子，老七，闭气。我的眼睛，这也有毒！林长渊，你这又是哪门子邪术？莫先生，你若是再往前一步，这肺管子烂了，侯爷可没要救你。老七，你动静大点，从后窗翻出去引开他们。这半截枪头你带着，要是咱们散了，就按之前的计划去堵御史大夫的门。二郎保重，娘子保重。嫂子，推我到那堆冰块后头，这铁门锈烂了。走。常渊，咱们能出去吗？我听着上头到处都是马蹄声，他们是不是把城封了？封不了，平南侯再压，
也封不住京城这几百年的下水道。看到那个梯子了吗？那上头就是苏家药铺的后巷。林长渊，莫先生传信说医馆起火，无一幸免。我爹都已经准备去给你烧纸了。烧纸太早，但这出大戏得请苏家马车帮我拉开大幕。这是我昨晚连夜提选的药引，明天一早带我们去武义。多谢苏小姐。嫂子，等会儿苏家的人会带你去南城马场等冷大人，不见到他别出来。我不走，我要在这儿等你。你在这儿，我有顾虑。听话，回老家种地的种子还在你怀里揣着呢。林长渊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大哥林大郎潜伏边军偷盗军息，你作为家属不仅不思悔改，还私藏你贼老七。这林神医手里可还有娘娘的药。林先生，若是药出了差错，侯爷说的这些话，本宫可就要当真了。药在人在，娘娘，草民手里这碗药，服下若是有半点不适，林家满门抄斩，绝无怨言。这药比之前的更有力气。哥哥，你是不是误会林先生了？侯爷，药力虽好，但药引难寻。听闻南营统领马汉成大人在南门暗渠捉到了一批偷运黑田甲的贼子，草民想问，那些证据够不够洗清林家的冤屈？一派胡言！你个乡野村夫，竟敢伪造军情，构陷本侯！本侯现在就斩了你！侯爷，您不用再添电争了。南营统领马汉成抬着向公布绝密的黑铁甲，竟在太极殿的外扣阁了。宣纳您和这位林神医即刻觐见。侯爷，走吧，皇上还等着看证据。好一个平南侯！真把北京的兵权交给你，你却克扣郡饷，走私巨蟹给蛮族。你是不是打算摘蛮子直接杀进这太极殿？臣万死，但臣绝无谋反之心。父皇息怒，平南侯纵有失察贪墨之罪，但那镇守边关多年，安侯走私那些黑钱，大半罢是流进了东宫的口袋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即日起，褫夺平南侯爵位，收回虎符。谢主隆恩。草民只想求一道圣旨，让草民的商号在这京城里能挺直腰板做买卖，不用再受权贵盘剥。传旨，这京城的商道，朕允许你横着草。哈哈哈！长渊，嫂子，我说了，咱们是来京城享福的，我怎么舍得死在里面？这已经是皇上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。虽然没要他的命，但平南侯的牙已经被你拔光了。没死透的狼才最咬人。林长渊，这京城的水深得很，小心淹死。太子殿下慢走，草民水性极好，就喜欢在深水里摸大鱼。好一个不知死活的残废！父皇居然赐他天下第一皇商，他要是把身进户部和药行，雇的钱袋子岂不是要被他全盘端走？殿下息怒，皇上虽赐了牌匾，但这京城做生意靠的是货源和咱们商会的渠道。他一个外乡人，光有牌子没货也是个死。顾命你联合京城所有药商、粮商、布商，彻底封杀，1米都不许卖给他。太子想用封锁商道来剿灭我，那他还真是找错了对手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剥夺一方诸侯之气运，空间吸收龙脉余威，突破至3级。宿主可将任何普通种子放入陵园，1日内培育出完美验一种，且空间时间最高可调至外界的100倍。万物育种，哼！苏老，您发了话，今天整个京城连一根挑水的扁担都没进林家的门。这乡下佬的库房，现在怕是比脸还干净。皇上赐了金匾又如何？没有咱们商会点头，他林长渊就算有通天的本事，今天这开业大典也只能卖西北风。可惜了这天下的太子了，没开张就得关门大吉啊！长渊，城南的张记药铺宁可赔3倍违约金也把单子退了，城外的粮商更是连夜拉着粮食跑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二老，要不去城外捡几辆黑车应急？老七，我的老天爷，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不疼，我果然是在做梦。昨晚这里明明是空的呀。嫂子，这叫血玉灵米，不仅饱腹，常吃还能百病不侵。这叫血脉子参，药效是百年野山参的10倍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吃1片就能吊命。长渊，你到底是不是神仙下凡？林老板，吉时已到，怎么店里空荡荡的？你要是实在揭不开锅，老夫这儿有一筐烂菜叶子，就当是贺礼了。林长渊，你斗不过太子的，服个软吧。苏老还是留着自己吃吧，我林氏商后的门槛高，怕你们的脖子不够长，看不见里面的真宝贝。诸位街坊听好，林氏商号今日开业，御赐皇商同走无期。这血玉灵米和血脉子参不限购不断货，就按市面普通米药的价格敞开卖。林老板活菩萨，太子都知道封杀令，看来不太好使啊。回去告诉他，这京城的商战，我林长渊正式接下。别急，我出3倍价钱，再给我拿2颗血脉子参。客官别急，东家说了绝不涨价，但每人限购2株，请到前台找大掌柜结账。这位客官，血玉灵米50斤，城汇白银120两。下一位。这女人不是个乡下死了丈夫的寡妇吗？怎么算起账来，比咱们商会10个老账房加起来都快。苏老，咱们的伙计也偷偷跑去排队买药了，说那紫参切片含着能治百病，咱们的铺子今天算是彻底绝收了。爹，林长渊不是池中物，太子这回怕是踢到铁板了。好一个绝色尤物！姑，本公子在京城阅美无数，竟不知这破商号里还藏着这么一颗秘密。
大掌柜好算计，本公子要把你这铺子里剩下的灵米全包了。这里面的东西，你能在一炷香内核算成官银吗？算不清，我可要砸招牌了。客官稍等，碎金36两4钱，足银210两，外合帮金币得算98两。你竟然真算出来了！美人儿，算盘打得这么好，跟着那个残废有什么出入？不如跟本公子回府做我的贴身丈夫，我保你穿金戴银，夜夜生香。干什么放肆！谁敢暗算本公子？林氏商户只卖货不卖人，阁下的手要是管不住，我不介意帮你剁了。林长渊，你竟敢伤我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管你是谁，先到你这铺子里只有规规矩矩的客。好一个狂妄的乡巴佬！沈月娘，姑要定他了。那个残废敢伤姑，姑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女人在姑的身下承欢。绝天绝地，你们是父皇赐给姑的宗师级高手，今晚去林氏商号把那个女人给姑完好无损被带回来。至于林长渊，留他一口气，让他像条蛆一样爬出京城。遵命，殿下。谁？蝼蚁也配持刀？不堪一击，去取那个残废的四肢，带走那个女人。殿下等不及了。他睡得正香，你去把那个残废料理了。太子的狗腿脚倒是很快，我等你们一炷香了。知道我们来，居然不逃，林长渊。就算你懂点奇技妙巧，在绝对的武道宗师面前，也只是个稍微强壮点的废人罢了。殿下有令，断你四肢，留你一口气，我会亲手捏碎你的骨头。空间3节，绝对重力领域，开！这是什么妖法？我的身体动不了了！放开我！林长渊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怪物，回去问问你们的主子，他惹的到底是谁？算算时辰，绝天和绝地也该把那美人带回来了。姑今晚要在父皇赐的玉床上，好好尝尝那商号老板娘的滋味儿。殿下，是绝天和绝地两位宗师大人，他们被废了。林长渊不是人，他是魔鬼，这不可能！宗师级高手怎么可能被一个残废秒杀？林长渊，来人，姑要去见平南侯，敌人的敌人就是姑最锋利的刀。殿下，绝天绝地两位宗师折在林长渊手里，足以证明此人身上有极其邪门的横面功夫，硬拼咱们讨不到好。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霸占京城商道，骑在姑的头上拉屎？匹夫之勇，这是西域进贡的黑脂猛火油，遇物即燃，泼水不灭。好，连同他心爱的女人一起化为灰烬。泼油，封死所有门窗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出来。放箭！二郎，这火有古怪，水浇不灭，门窗全被外面用铁钉焊死了。长渊，咱们是不是出不去了？太子喜欢玩火，好，那我就教教他火该怎么玩。空间3阶，万物吞噬。二郎，你把火吃下去了？这火太烈，放我这儿太烫手了，得赶紧给他找个新主子。老七，之前让你查的太子在城外的司库位置确认了吗？查清了，就在城西30里的金玉山庄。嫂子，你们去安全的地方。今晚我要去城西放个烟花。太子殿下，这么多的不义之财，留着也是生锈，我替你花点。至于剩下的这些带不走的脏东西，还给你们。空间，龙归巢。殿下，林氏商号烧了整整1夜，连根珠子都没剩下。林长渊和那个女人定然已经化成灰了。殿下，不好了，慌什么？城西的金玉山庄昨夜突发大火，咱们存积的钱财和粮食全都没了。你说什么？侯爷，出大事了！城西的金玉山庄被一把邪火成了白地。太子陛下昨夜突发吐血昏迷不醒，整个东宫都乱套了。林长渊干的。林氏商后不是被黑脂猛火油烧了吗？侯爷，太子这座翘山倒了，皇上马上就会腾出手来清算咱们彻底完了。完了！我平南侯征战沙场30年，字典里就没有完了这2个字，血图为何在？卖通天牢狱卒，不杀林长渊，誓不为人。长渊，你看那边的火龙舞得真高。嫂子喜欢，以后年年我都陪你看。长渊，你看右边那个喷火杂耍的摊子，看着感觉不对劲儿。小心，有刺客！杀人啊！快跑啊！全都闪开！林长渊，你毁了我半生心血，
今日我要你亲眼看着你最在乎的女人被千刀万剐。血屠卫，给我把那个女人剁成肉泥！长渊，快走！什么？平南侯，你说你要把谁剁成肉泥？今晚确实是个适合出殡的好日子。平南侯，你的命我收了。你腿没废，你手里那把斧头是从哪里掏出来的？障眼法，不，你根本不是人，你是怪物！怪物！侯爷坐拥北境时，克扣3万将士军饷，放任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冻成冰雕时，可曾想过他们也会变成怪物回来找你？一派胡言！给本侯解绞肉阵，耗干他的力气，把他大卸八块！上！长渊，他们人太多了，30只蚂蚁也想啃死大象。第二个，全死了！我无敌的血屠卫，竟然连你一炷香的时间都没拖住！林长渊，本侯13岁从军，30年戎马生涯，老子就算死也要拉你陪葬！30年戎马，你的剑却只敢挥向手无寸铁的百姓和同袍兄弟。平南侯，你不配用剑！空间3阶，千钧重力，附魔！成王败寇，你赢了。在临死前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究竟是人还是神？我是来替北境3万屈死的英魂，还有我大哥林大郎讨债的讨债鬼，下地狱去跟他们忏悔吧！圣旨到，林长渊刀下留人。李公公，救我！我是大功臣，皇上不能杀我！圣旨？当平南侯通敌在国的时候，圣旨在哪？当北境3万将士冻死荒野的时候，皇上的刀又在哪？北方5省突发饥寒天灾，数百万流民暴动，蛮族趁机寇边。林强见了吗？这天下离了本侯，他就要塌了。就算再强，也不过是皇上的一条狗。林兄弟，大局为重。现在北方大乱，若强杀平南侯，他那些北境旧部定会直接反叛投敌，到时候天下涂炭，这罪名你担不起，担不起。公公。皇上觉得只有这条老狗能稳住北境，这是目前唯一的法子。如果我是皇上，绝不会把江山寄托在一个死人身上。你什么意思？李公公，回去告诉皇上，北境的残局我林长渊去接，流民的粮食我林长渊去筹，蛮族的脑袋我林长渊去割，但这老狗的命，今天我林某人收定了。拦住他！空间3阶绝对迟缓。这世上我不想放走的人，圣旨也留不住。疯了！你真是疯了！冷大人，带上我的腰牌，去知府官邸调破林氏商号和京城所有的秘密粮仓。公公，圣旨已经染血了，不如换一道，选我林长渊进宫。平南侯的首级就摆在午门外，全城百姓都在传林长渊是神仙降谢。想告诉朕，这100万流民你拿什么喂？这涨了200倍的粮价，你拿什么压？皇上，林长渊目无王法，抗旨杀侯，臣已联络京城商会，并非不强粮价，实在是那林长渊垄断了货源。丞相撒谎的本事倒是比治国的本事高出不少。林长渊，你杀平南侯，朕可以暂不追究，但你昨夜夸下口口，说你能接北境残局，能筹100万担粮，话可还作数？皇上请看，这是草民改良的良种，耐寒抗旱，亩产1000斤。只要皇上赐草民赈灾全令，3日之内，京城粮价必崩，民产1000斤。你当这土地是金子做的？皇上，此子满口狂言，定是想骗取国库银两。我不需要国库1分银子，我只要谁敢在这时候囤粮，我就要谁的脑袋。丞相，你敢赌吗？官爷，给我口吃的吧，我孩子快饿死了。没钱去吃土，现在1斗米要10两银子，爱买不买？皇上有旨，林氏商号平价赈灾，雪域灵米2文钱1斗，不限量，管饱。活菩萨，林老板是活菩萨。真的是2文钱，
周家粮行昨天还卖10两银子，林老板这是救了全城人的命啊！老七，后面再开2个窗口，动作快点，不能让乡亲们在冷风里等太久。好嘞，大家别急，货多的是。东家说了，只要他在京城1天，就绝不让大家饿肚子。去，做的隐蔽点，按计划行事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隔壁王二昨吃了这米，今早全身发紫，直接断气了。不能吧？这可是御赐的皇粮，神效的很。大雪封山，哪来的这种新米？这米色泽妖异，那是从乱葬岗里用死人血浇出来的尸米。怪不得这米香的邪乎。死人了！大家快看啊，这就是林家的毒米。林长渊要用全京城人的命去填他的富贵功劳。退钱！杀人偿命！林家商号是吃人的妖窟。大家别乱，这分明是栽赃。林兄弟，这些闹事的都是生面孔，明显是有人组织。那倒地的人气息全无，像是中了剧毒，再不处理，百姓能把这伤后拆了。拆了伤后事小，断了粮食事大。冷大人，不用拔剑，对付疯了的羊群，刀子只会让他们更疯。按我说的做。陈掌柜，出了人命案，这粮你还敢卖？来人，把这些毒米统统封了，送去府衙验看。周会长，证据未明，你凭什么动林家的货？凭他周府想让大家饿死，这人种的是千荼毒极贵，3两银子1钱。你觉得一个连粥都喝不上的路民买得起这种？你说这米是尸米，全城百姓都看着呢，人刚领了米就死了。嫂子，取1碗灵米，加炭火现场熬煮。若真是湿气，遇火必兴；若是灵粮，遇火必香。老七，去把那躺在地上的指缝里的黑灰刮下来，那是他们为了伪造韩府斑抹的铅粉。憋死老子了！活了，是假死。假死诱发暴乱，再趁乱封仓劫粮。周会长，这剧本写的不错。皇上有旨，赈灾期间煽动暴乱者，格杀勿猎。冷大人还不拿人？不，这不关我的事，是莫先生。拿下！又败了。林长渊这小子心思简直密不透风。老爷，东市的谣言被他压下去了，但城外的流民营可没这么好应付。既然假瘟疫他能治，那我就让他见识见识真正的绝望。传令下去，把北边送来的那几个活死人扔进林家的尸州点。林长渊，你不是想要民心吗？那本先生就送你一场泼天的大义。这韩府症的源头就在这几具尸体身上，只要一个人染上，这30万人就是你的催命肥。慢点吃，后头还有。别靠近他，退后！这颜色和昨天假死的那个人不一样。空间在示警，空气中充满了腐朽的气息，这不是简单的病，这是带了邪气的毒。警告：宿主家属沈月娘生命体征波动异常，面临极高感染风险。嫂子，大家快跑啊！这粥里真的有毒，沈月娘要害死咱们全家，烧了林家的粮草，杀了这个妖女。护住娘子，杀出一条血路。林兄弟，别过去，里面是真的韩府症，一沾即死。我嫂子在里面，滚开！嫂子，你答应过要跟我回村种地的。长渊，嫂子没事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嫂子别怕，我有办法。我一定能治好你。皇上已经怕了，只要明天一早，咱们联络群臣上书，以防疫为名，火烧刘军营，林长渊就通天之能也救不回那个残废商号了。连林长渊一起烧死，那个位置容不下这么能干的草民。嫂子，别怕，我在这儿，我绝不会让你出事。长渊，快走，别管我，回村种地。系统，给我滚出来！你不是说灵泉能治百病吗？为什么它还是这样？警告：监测到沈月娘感染变异韩府瘟毒，此毒变异已侵入髓腔，3阶灵泉药力不足以化解。不听废话，救他的办法是什么？告诉我，无论什么代价，我都给。开启4阶区域万古冰原，采摘圣骨血莲。怎么开启？立刻给我开！需献出9滴心头精血，作为空间进阶引子，折损寿数20年，在采摘过程中忍受灵魂撕裂。灵魂撕裂，就这些？只要他活着，这残破的区区拿去又何妨？给我开！圣骨血莲，出来！冷大人，丞相有密报，林府内藏匿重度疫情携载者，为保京城安危，皇上圣旨，命我等即刻火烧后院，格杀勿论。我看谁敢！林老板正在救人，谁踏进一步，冷某认得你们，这手里的剑不认得。
嫂子，命我给你抢回来了，剩下的我替你扛。来吧，我收着。长渊，月娘，快救火！冷大人，省省吧，这是西域的猛火油，水浇不灭。这种温度，人在里面连半炷香都撑不到，骨灰都得烧化。大义之源，已在火海中被焚毁，皇命已了。走，随本官回宫复命。圣谷雪莲药效彻底融合，沈月娘温毒已除，机能重塑成功，宿主精血祭炼完成，剩余寿命35年，已扣除20年。长渊，我在，燕王爷不敢收你命，我给你抢回来了。长渊，你这又是何苦？长渊，你嫂子，只要能护住林家人，这点风霜算什么？嫂子，大哥临终托付，我若连你也护不住，林家就真的绝了。从今往后，这天底下没人能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什么声音？老天爷，长渊，沈娘子，你们竟然没死！那莫老狗和侍卫头子刚走，他断定你们烧成灰了。冷大人，麻烦你立刻封锁这儿，制造我们已熏制的假象。丞相既然喜欢玩火，明早我就送他一份灭火礼。相爷，昨晚那把火烧得干干净净，林长渊连人带物化成了灰，这赈灾的大权和那100万担粮食，总算全进了相爷的口袋。死得好，死人才不会妨碍本相的千秋大业。大家看清楚了，林长渊死了，他是遭了天谴，被雷火烧成灰了。他骗了咱们，他根本没有神药。去抢皇粮，进城，横竖都是死，拉几个关太爷垫背。皇上有旨，赈灾大都督林长渊在此，谁敢暴乱？不可能，他不是烧死在屋里了吗？那是鬼，那是鬼啊！我既然从地狱回来了，总要带几个人下去交差。老七，拿下！开香，放药。此乃清福散，入水即化。乡亲们排好队，喝了药，病就能除。这些药怎么是相爷府上的？难道相爷一直藏着药不给咱们？皇上，林长渊死不足惜，可他耽误了防疫大计。如今城外流民已乱，请皇上下令调火游营出城，焚烧营地，以绝后患。烧了30万人，放肆！这可是北朔的根基。报，冷风冷大人带兵回城，林大都督没死，他还带回了丞相府丢失的3座秘密药库。你胡说什么？相爷，多谢相爷私藏了3年的雪地龙和百草霜，若无相爷这几座司库，草民今日还真救不了这30万流民。丞相，这些药材乃内宫禁物，为何会出现在你的司库里？老臣是为了防备不测，特意为圣上收集的。为圣上收集？那这药瓶底部平南侯府供的字样又怎么解释？胡闹！你当年弹劾平南侯参谋，结果这些东西全进了你的口袋。饶命，老臣糊涂。丞相府私藏神药，见死不救，如今群情激愤，若不给他们一个交代，这北城门怕是关不住了。丞相坚守自盗，私藏国礼，罔顾百姓性命。即日起，撤去丞相一切职务，查封相卫府，全家下狱。赈灾事宜全权交由林长边处理。居然烧不死你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相爷，多谢你的火，把林某的仇烧得更旺了。长渊，咱们赢了吗？这只是拆了那座山，山后的老虎才刚醒。冷大人，准备一下，咱们去抄相爷的家，我要让他手里的粮食一颗不少的吐出来。皇上有旨，查封丞相府所有家产，登记造册，敢有私藏或反抗者，立斩不赦。平日里人模狗样，背地里私藏流民的救命药，这种官就该凌迟。冷大人，这些金银是次要的，关键是那批消失的赈灾官粮，账本上记着被运往了城北，但城北并无大仓。这老贼狡兔三朝，他宁可让粮食发霉，也不肯拿出来救人，真是丧尽天良。长渊，你看这个，这上面标红的位置不是京城，而是北境的燕山关。燕山关，这是大郎哥当年失踪的地方。原来丞相不仅贪墨，他还在利用灾荒，暗中给北境的蛮族输送军粮。长渊，这儿交给冷大人吧，你该回去休息了。东家，查到了，丞相确实在银山关附近建了秘密粮仓，但守仓的不是咱们的人，而是伪装成流民的黑羽卫残部。他们不是在守粮，是在等蛮族入关接应。如果蛮族入关，这100万流民就是去北境，只有咱们手里还有足够的灵米，能稳住那里的局势。去肯定要往北去，但在那之前，我得让皇帝知道，这北境的将领里谁是人，谁是鬼。你的手怎么这么冷？天太冷，不碍事。
何事惊慌？皇上，北京大捷，不时急变。北京统领冷大人的父亲老冷将军被流民中的刺客重伤，满族30万铁骑越过延吉报，解粮草稿写完，火速拨粮。丞相刚下狱，北京就出事，粮都在丞相的司库里，还没运出去。林兄弟，我得先行一步。京城距离北境千里之遥，大雪封山，辎重难行，我父10万将士是等不到援军了。冷大人，你只管带兵杀回去，粮食和药我林长渊亲自带队。10天，我让你燕山关的每一个士兵拿得起刀。林家主母随行，多运粮草。平南侯，你们欠林家的债，我这一趟去北境一并清了。林长渊，朕赐你宣化金牌，封你为义姓北平王，督办北境粮草。只要你10日内将粮送到燕山关，这北境3州以后便由你说了算。皇上，王爵名位不过虚礼，草民请旨运输，草民要绝对话语权。任何兵马不得以此路名为由盘查。林大都督好大的官威，不准盘查？难道你这马车里装的是能变出万担粮草的戏法，还是藏了什么见不得光的通敌信？殿下若是不信，不如明日城门口亲自送我，看看我那几10辆马车能不能载动10万将士的命。准了，谁敢阻挠林长渊运粮，按通敌罪论处，先斩后奏。朱远山，你看那马车，这种载重，别说10万担粮，怕是连500匹马的草料都不够。殿下，依我看，林长渊是自知运不到粮，想趁机带着沈月宁私逃。我已经安排了杀手，只要他们进了燕山深处，就是他们的死期。嫂子，坐稳了，这一路咱们得跑得快些。林兄弟，咱们已经跑了3天了，将士们随身带的干粮已经见底了，可你这些马车，我偷看了一眼，里面全是空的呀！你到底把粮藏哪儿了？冷大人，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这古道之下，早有我林家商号提前埋下的藏粮窖。藏粮窖？这燕山乃是禁区，你何今晚在前面的清风口扎营，到时候你会看到粮食。空间3阶，灵泉化雪，大范围物质置换。开！咦，怎么这儿雪化了？还有一股子米面香味儿。头，不对劲！进山前那些马车的车辙印极浅，里头绝对是空的。可刚才他们停马休整时，我亲眼看到那车轮陷进冻土半寸深，那是重载之下才有的压痕。燕山古道早已荒废，根本没有提前埋粮的可能。难道他在进山的半路上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接应了大批辎重？这群丧尽天良的畜生，炸断生路，这是要陷全军于死地啊！大都督，马匹轻身尚能尝试飞跃，可这几10辆载重千斤的粮车也绝无可能跨过这10丈天虚。冷大人，路是人走出来的，既然桥断了，那咱们便造一座。所有骑兵解下披风，将马匹双眼蒙住，退后50步，面向南方，违令回头看者斩。传令，全军向后，敢回头者斩。长渊，你要做什么？嫂子，闭眼。老七，推车。什么人呢？冷大人，带你的人睁眼看路。过来了，我们是怎么过来的？那明明是10丈宽的悬崖。长渊，刚才我感觉马车像是走在棉花上，一点颠簸都没有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那可是10丈天堑，人力怎么可能横跨？嫂子，这山里有前朝留下的机关暗桩，平时被云雾遮掩。我只是按照大哥留下的手气，触动了那条隐秘的悬索道。可是我并没看见锁链啊！大风雪中，人的眼睛总会欺骗自己。林兄弟，冷某自幼习武，博览兵书，从未听说过世间有这种能让重载马车凌空而行的机关。你刚才撑开那把伞时，我听到了空气炸裂的声音，是想深究这关的不到，还是想在7天之内喝上这口救命的灵米钟？受教了，只要粮食能到，林兄弟便是冷某的再造父母，冷家全族绝不多问半字。大都督真乃天神下凡，灵公在此，大素不亡。我等愿为灵公马前卒，刀山火海，誓死相随。太子，你炸了我的桥，却送了我一支真正悍不畏死的铁军，这笔买卖我赚了。消失了？什么叫凭空消失了？殿下，属下亲眼所见，那几10辆马车偏上在断魂剑妖人一指飞过了悬崖，对岸连个车辙印都没留。飞过悬崖？你当我是傻子吗？这是上千辆车呢，你跟着飞了。冷大人，属下搜遍了方圆10里，没见一个活人，没见1粒米。殿下，这林长渊莫非真的精通前朝那种移形换位的遁术？若是他真的带着粮食进了北京，那咱们所有的布置就全都废了呀！遁术，在这大隋天下，除了皇权，没有什么是姑查不出来的。林长渊携大批违禁兵器，意图叛国，凡见林家开旗号者，直接用投石阵轰碎，故要让他那身妖术彻底烂在北京的荒原里。长渊，快到了吧？那是阴山关，嫂子，你看那城头的火，那是还没灭的狼烟。林兄弟，这半年他借着天灾，在关内自成一席。他若要酒肉，我这里有灵米；他若要脑袋，我这里有的是空着的官族。老七，传令下去，全军亮旗。长渊，前面好像没有一点生机。这就是平南侯留给大旭的北境，将士们在前面流血，权贵们在后面抽髓。这关内怕是早成了人间炼狱。全军列阵，
亮出大都督旗号。太子殿下果然没说错，这林长渊还真是个妖物。断魂剑被炸成那样，他竟然能带着马车凭空出现在岩山古道上。统领，他们带了马车，传闻林长渊在京城有取之不尽的灵米。要是咱们夺了这批货，灵米，太子要的是他的命。传令下去，他们进入射城，就说他们是蛮族伪装的死士，给本将轰成齑粉。岩山关守将周天虎何在？冷风奉旨携粮草都运使林大人前来送赈灾灵米与老将军急需的神药，速速开城迎见。冷将军怕是认不得你这个勾结妖人、伪造圣旨的逆子了。众将士听令，放火时。常元小心！收。这是什么邪法？周统领，皇上赐我的火石，我替你收好了。礼尚往来，我也送你一样。放。见圣旨如见圣上，谁再敢放一箭，视为叛国，满门抄斩。粮，是粮的味道，我闻到了。林都督真的带粮来了，周天虎想饿死咱们，他不让粮进关。老冷将军还没咽气，朝廷没忘了咱们。林都督带了能救命的粮和药，谁才是反贼？你们还看不清楚吗？开城门，迎林公，迎粮草，不准开！谁动城门，老子杀了谁！冷大人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。周天虎，你想饿死我们全军？老子今天就算死，也要把这扇门给大都督开了！逆贼！统领有令，敢开门者，格杀勿论！常渊，这哪里是军营？北境三军为国10年，却落得个麻革裹尸腹中空腹的下场。平南侯丞相，你们该杀！我副帅在哪儿？老冷将军在哪儿？少将军帅帐，将军快不行了，没粮也没药啊！粮呢？冷风林长渊，你们演了这么一出大戏，结果马车里只有几袋干瘪的谷子。将士们，他们也是骗子，他们想拿你们的脑袋去换京城的荣华富贵。北境的弟兄们，眼瞎的人看这世界永远是空的。林某今日在此，若不能让你们吃饱，便以此头祭天。神迹，梁山，肉山！是米，真的是灵米！皇天在上，我们有救了！你是鬼，你是魔鬼！我是北境3万冤魂的讨债人。冷大人，大人开仓，众伤员先喝灵泉粥。父亲，常渊带粮来了，你睁眼看看啊！冷大人，让开！这剑上有蛮族的狼毒，寻常药石无用，能不能撑过今晚，看他的命，也看我这药够不够硬。父亲，你醒了！这是什么神药？老夫明明已经踏进鬼门关，竟被一股暖流生生拽了回来。老将军，药虽好，也得您老命硬。既然醒了，这岩山关的10万将士还等着您带他们去血狠。林都督救命之恩，北境10万将士永世不忘。兄弟们，吃的是神粮，拿的是神兵。城外那些蛮子拿咱们当两脚羊，今日咱们便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荒原的王。常渊，30万对10万，真的能赢吗？嫂子，打仗不仅看人头，更看气运。今日我便断了这蛮族100年的国运。阴山关已经绝粮数月，冷老鬼也快断气了。传令下去，今日正午攻城，入关之后屠城3日，前2女人尽归尔等。不好了，阴山关关门开了！他们这是自寻死路，想出来投降吗？不是杀出来了！带头的500骑人人如凶神附体，已经连破我们前方3座大寨了。他们不是人，他们是恶鬼！快撤！30万大军，只要主帅一死，便是散沙。妖怪，我杀了你！跪下！空间重力压制100倍。北境的债，今日清了。万岁！民公万岁！大宋万岁！常渊，仗打完了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回村种地了？嫂子，北境平了，但京城那位怕是已经把屠刀磨好了。林兄弟，京城急报，村满皇上被软禁，他们说你府里借赈灾之名在北京养私兵，已经派朝阴山关杀过来。这江山我替他们守，既然他们不想要，那我林长渊便换个人来做。10万禁归军，太子这是疯了，放着北京的烂摊子不收，调转枪头对付自己人。林兄弟，我父子2人绝不负你。太子想杀的不是我，是他内心的恐惧，他怕我手里的粮，更怕我得的人心。常渊，安静的不对劲，外面巡逻兵的脚步声消失了。林长渊，
你斩我单于，断我足运，今日便用你的魂魄来祭我大漠荒神！保护大都督！冷风，你护得了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小心！雕虫小技！长渊！你的腿没废。对付将死之人，不需要废话。妈的，这些蛮子刺客武功竟然精进到这种地步，差点就着了道。林兄弟，你刚才那一脚，你的腿莫非真的不过是保命手段罢了？此刻已是剧痛难忍。冷大人，比起我的腿，还是先看看这些刺客身上的印记吧。东东，太子竟然已经和蛮族余孽联手了。为了除掉我，他已经连祖宗的脊梁骨都卖了。长渊，太子既然敢勾结蛮族刺杀，那他那10万禁国军，怕是也不会按照常理出牌。他想玩，那我就陪他玩到底。老七，传令下去，不休息了，全军即刻拔营。林都督，此去京城路远，冷家5万边军作为先锋，若有人敢拦，杀无赦。将士们，进京不为夺权，只为给北境争一个公道，给天下争一口饱饭。杀回京城，讨回公道！快传密信回京！林长渊带着整个北京的兵马杀回来了。太子这是把整片江山都当成了他的赌注，他觉得没有粮草，我就带不动这10万人。长渊，我能感觉到前面的卤水县废墟里埋着火油味儿，他们不仅想渴死咱们，还想在咱们进城找水时放火。林兄弟，情况不对，从阴山关出来这300里，所有的驿站粮仓全被烧毁了。太子下了绝户令，这是要坚壁细野，让咱们这10万大军饿死在半道上。大都督，前方卤水县的关井全被投了畜生尸体，水里全是尸毒，将士们跑了一上午，滴水未进，战马已经开始脱水了。这帮畜生连百姓的活路也断了，县里的百姓全被强行迁走，这根本就是一座死城。冷大人，带人去把城中那口百年枯井挖深3尺。大都督，那口井干了几10年了，卤水县就是因为没水才荒的。我说挖就去挖，天不给水，我林某找地要。林兄弟，你是不是又算准了什么？这一路走来，你透支的太厉害了。嫂子，待会儿等水出来，让冷风带人把这些灵米撒进去一半。你是想说这是咱们林家特有的药血？不给这10万人喝一口神水，他们怎么有体力在3天内赶到皇城门口？出水了，是活水，新的水，真的是活水。大都督，您真是大叔的福星。冷大人，速将备好的百草药粮倒入井中，封锁此井，每位敌将士翻一壶，马匹饮用半槽。此乃我林家秘传的行军散，可保众将士3日不饥，体力倍增。卤水县也没拦住，怎么可能？姑投了尸毒，烧了粮仓，他们10万人吃什么喝什么？殿下，探子报林长渊在卤水县挖出了神泉，将士们喝了那水，不仅毒不怕了，甚至跑得比战马还快。现在先锋已经过了卢沟桥，距离京城不到100里了。神泉？那林长渊难道真的能沟通鬼神？殿下，咱们的禁卫军能挡住这支疯了一样的兵马吗？闭嘴！传令给京城3营，开启允星重弩。姑就不信他肉体凡胎能挡得住万箭穿心。二郎，冷大人带兵封锁了4周，但前方探子回信，太子把咱们在京城的林氏商号全给抄了。苏远山那老狐狸把咱们留守的几个兄弟全给吊在了城楼上。说还有小虎，他们都是普通百姓。既然他喜欢吊人，那明天一早我就把太子的脑袋吊在那金轮殿的牌匾上。林兄弟，你看，是周叔他们。林长渊，你这乱臣贼子，竟敢带兵扣关！看看这些忠于你的斗狗，这就是下场。东家，快走！他们埋了炸药，别管我们！林长渊，你若再敢踏前一步，老夫便将他们剁成肉泥喂狗！北境的弟兄们，我林长渊曾承诺过要带大家过好日子，但今日这京城的城门踩碎了我的承诺。大进京城，救出兄弟！不知死活，既然想死，老夫成全你，允星重弩，放！举盾，护住大都督！空间3阶，重力扭曲。次元错位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重弩竟然碎了！
苏远山，你的剑放完了，接下来该我了。冷大人，带兵冲锋，这城门上的弩车我全废了。长渊，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太子苏远山，今日这京城不流干血，不收刀！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他不是人，他是吃人的罗刹！苏远山刚才吊人的那股劲儿呢？大门开了，北境兄弟们进城清君侧。老七，再去烧点热水，周叔失血太多，快！这股香气，老人家，你风邪赤羽，天佑大岁，这是先帝嫡长公主的标记啊！东西你乱背什么？看清楚这是谁！老奴绝不会看错。当年先帝崩逝，王皇后产下长公主后便香消玉殒，是老奴亲手抱着刚出生的公主在乱军中逃出皇宫。那胎记是先帝临终前亲手用龙涎伞点上去的，世间绝无第二人了。殿下，当今圣上是您的亲叔叔，可他是师兄篡位的魔鬼啊！长公主，我是大公子的妻子，我只是林家村的沈月娘啊！怪不得大哥一个边境猎户会接触到平南侯通敌的密信，他不是在行军，他是在护送真正的皇族血脉逃避追杀。大哥，你骗得我好苦！殿下，不好了，安定门破了，林长渊杀进来了！怕什么？我还有3万守军，我要把他剁成肉泥！还有更糟的，城门口那个逃出来的老太监，当众认出了一个沈月娘，她是先帝遗世的长公主。什么？如果是真的，传令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杀了那个女人。长渊，嫂子，我害怕。不论你是农家妇还是长公主，今日谁敢动你，我便让这京城血流成河。北境将士听令，护驾长公主杀入进宫。北境冷风在此，挡我者死！放箭！长渊，冷大人他撑得住吗？他是我大隋最锋利的矛，矛不折，北境之魂便不灭。你是什么怪物？一个人竟敢冲击3万禁卫营！怪物！老子在北境吃血啃树皮的时候，你们在喝人血。今日这皇城的血，老子喝尽了！林兄弟，门开了。冷大人辛苦了，剩下的我带长公主进去算账。这大魏的租金你们欠了20年，今日该收房了。长渊，这里明明是天下最华贵的地方，为什么我觉得这里比林家村的乱葬还要冷？因为这里的地砖下面埋的全是不甘的冤魂，这臭味是权力腐烂的味道。你竟然真的带着这个贱人走到了姑的面前！义子，你这个畜生！老东西，你重了平南侯20年，结果呢？林长渊一斧子就把他脑袋剁了，这江山还得姑来守。太子殿下，这酒好喝吗？用你父皇的血和北京30万将士的泪酿出来的酒，滋味如何？少跟姑谈什么将士，姑是天子，姑要是他们的荣幸。林长渊，你不过是侥幸得了些妖法的草民，你凭什么在姑的面前指手画脚？你欠林大郎一个交代，欠沈月娘20年的颠沛流离，欠着天下一颗脑袋。你为了这个位子，杀了我父皇，屠了王家满门，你做了20年，如愿了吗？长公主，哈哈，一个在田里拔草，在炕头缝被的村妇也配叫长公主？父皇杀得对，当初就该把你们这些孽种全部挫骨扬灰。长渊，你真以为你赢了吗？在这大殿之下，姑还留了最后3000折冲位，姑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杀！把他们给姑射成筛子！太子，我说过，
既然你不肯交，那我就连房带人一并拆了。鬼，你是鬼？这把椅子坐着舒服吗？林长渊，林大人，林爷爷，你开个价，只要你放过姑，这大宋的国库，这满城的财宝全是你的，甚至月娘，我掌控住天下，姑可以下一道传位，召她照做大宋第一位女帝，姑给你当狗，姑给你管账，求你别杀我！你这点家底赔不起。林长渊，你杀了他又如何？沈月娘身上流着朕的血，这大宋的臣子绝不会拥立一个村妇出身的公主。你若杀了朕父子，天下必将大乱，这北京蛮族会瞬间踏平长城。大哥走的时候说，他不想让我卷入这肮脏的地方，但这债总要有人亲手收回。冷大人，带人进来。传令下去，太子周瑜勾结外戚，软禁圣上，残害忠良，证据确凿，宜大训律法。不，你不能审判姑，姑是太子。好了。玉儿，林长渊，沈月娘，朕要在阴曹地府咒你们不得好死！皇帝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痛快。你这辈子最在乎的，不就是这把椅子吗？朕的江山，朕的椅子。余生你就留在这枯冷的大殿里，守着这把长毛的椅子，慢慢烂掉吧。长渊，我真的要坐在这个位置上吗？这大位以前是脏的，但以后它是你的，你可以用它种出最肥沃的田，可以给全天下的百姓发最足的粮。嫂子，你是长公主，更是我林家的沈月娘，这江山我替你守。长公主殿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嫂子，重吗？重，但这不仅是金玉的重量，是这大朔千万灾民的命。吉时已到，迎大叙四皇帝入殿。恭迎殿下。先帝一脉，承天受命，请陛下接喜，正大统安江山。臣等参见陛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，朕自民间来，深知寒门之苦，荒年之悲。今日登基，手下3旨：一旨，天下大策，为弑兄夺位、出卖军情之逆绝不宽道；二旨，全国免赋3年，务必让大叙再无恶殍。陛下仁慈。长渊，我做到了，但刚才在椅上，我好怕。你是这江山的魂，而我是你的影。看，空间里的灵泉我已经引入了京城的暗渠，今晚之后，这京城枯死的树会开花，干涸的井会满溢。你的盛世，我亲手送给你。长渊，江淮巡抚曹德海又上折子了，说江淮蝗灾过境，赤地秦廷要粮要银。可我查过户部，他手里明明还有3年前积压的官粮，却硬说发了没。他不是没粮，是在试探。他在赌你这个农妇出身的皇帝心软，也在赌朝廷刚换了天，手伸不到千里之外。既然他想要粮，我就送他一批特殊的种。什么女帝，什么皇商摄政王，这江淮的天自古就是咱们曹家说了算。咱们把粮仓锁死，等饥民闹起来，京城内卫自然得乖乖送银子来求咱们。大人英明，那林长渊据说也就是个运气好的商贩，难不成他还能长了翅膀，飞到咱们江淮来查账？圣旨已备，摄政王有旨，赈灾军粮送到，曹德海速速跪接。哟，老七兄弟辛苦了，不知这马车里装的是京城的雪域灵米，还是金银财宝？哼，是你的命。这林都督送这种没粮来，是想羞辱圣上吗？还是说摄政王自己贪墨了灵米，拿着烂货糊弄灾民？曹德海，你以为我真的在运粮？我在给这满城的百姓演一出戏。大人不对，这些没粮的口袋上怎么印着咱们江淮官仓的暗文？你胡说什么？曹大人，这些没粮可不是从京城运来的。昨晚北境先锋营已经秘密接管了你城北的3处私仓，这就是从你仓里搜出来的证据。摄政王早就察觉江淮账目府副府，这账本里已记录你每一笔偷粮换。林长渊，你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在京城？这天下虽广，但只要我想去的地方，便没有门槛。曹大人，江淮的蝗虫为什么突然死绝了？你想知道吗？是
你用了什么妖法？你手里那批没粮被我掺了药，蝗虫吃了便活不成，就像贪官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也得吐出来一样。江淮的消息传回来了，曹德海下狱，粮食开仓。常源，老七说你亲自去了一趟，这么远的路你是怎么做的？我有捷径，嫂子，以后这种事我会处理得更隐秘些。只要大树稳了，你就不用再为粮荒担惊受怕。你的头发掉的比前些日更多了，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？江淮已定，众卿，还有谁觉得朕的手伸不到你们的私库里？臣等不敢，陛下圣明。常源，江淮的事了了，京城的存粮也够吃3年，这江山朕已经替你坐稳了，你能不能歇一歇？嫂子，平南侯和丞相倒了，他们看着你我，就像喂抢了他们骨头的饿狼。朕不在乎那些，朕只在乎你。你头发这样，你就永远不会忘了我。只要能保你万事太平，这皮囊朽了又何妨？即改朝换代，林长渊来历不明，身负妖法，弄得现在百姓只知林王，不知天子。可不是嘛？江淮曹德海死的蹊跷，有人说能让千里外的粮仓破土而出，这不是妖孽是什么？传令下去，放出风声，秽乱后宫，败坏长公主名节。你听说了吗？林都督那神粮不能多吃，吃多了会折寿的。你看督军自己20出头人，头发都白了一半了。我还听说他当初在林家村就对长嫂不怀好意，现在当了摄政王，那是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把皇宫当成了他们林家的热炕头呢。陛下，老臣有本要奏。近来京城流言四起，直接到摄政王内。且不说那神粮，单说王爷长期觊觎内宫，干预朝政，已引得天下读书人不满，请陛下圣裁。为了皇室清誉，请摄政王交出兵权与粮权。谢了，你在教朕做事。若再让他把持重权，恐社稷不稳呢。谢老，你说我是妖人，你说我窃取江山，那你谢家在城南私藏的足以装备5000人的黑铁甲，又是为了谁准备的？你胡说！老夫不知道什么铁甲，这是昨晚从你家密室借来的。谢老，你的记性似乎比我的头发还不如啊！还有谁想看我的头发？还有谁觉得这圣米吃着烫嘴？报！谢家王家共3处私宅已封锁，搜出走私黑金及伪造遗诏3卷，请大都督明下圣明。陛下，王爷威武！狗叫完了，咱们该谈谈这天下的税该怎么缴。空间已达4阶，灵泉已成湖泊，真的没有任何灵药或进阶方法能逆转这寿数的损耗吗？因果已定，不可逆转。也好，若这债能轻易还清，倒显得我林某人的情分太廉价。30年足够我替他扫平这4海的积弊，拔掉这荒年最后的毒。常渊又在这吹风，朕是皇帝，你是摄政王，咱们2个若是都病了，这天下的百姓谁来管？臣知错了，走吧，回宫。臣给陛下煮一碗新产的安神汤。这5年没遭过一分灾，没挨过一顿饿，共生负荷已达99%。由于宿主今年强行改变北药气运，导致剩余寿数加速折损，目前剩余寿命10年，请宿主减少动用空间频率，即刻休养。休养？这天下万民要吃饭，江淮的渠还没修完，你让我怎么歇？他还是不肯见朕吗？二郎说他年老体衰，面容憔悴，怕惊扰了陛下的龙目。陛下，王爷这5年是在拿命给您换这个盛世啊！您进去劝劝他吧。常渊，陛下，擅闯臣府成何体统？这身衣服不是您该穿的。什么陛下是摄政王？朕只想做那个在林家村给你生火做饭的沈月娘，你骗我！可现在只要江山稳了，你却要把自己耗干了，是不是？月娘，最开始在林家村救你，是因为大哥的托付，那是我的责任。可后来在逃亡的路上，在那阴冷的地窖里，在你一勺勺喂我喝粥的时候，才发现我这颗在商海沉浮冷硬如石的心，不知何时被你捂热了。我拼了命的想把这最黄年变成盛世，其实从来不是为了这大血的，我爱这盛世，是因为这盛世里有你。我不要华贵的衣服，我只要你。常渊，你总是这样，什么都自己扛，却从来不问我愿不愿意。你瞧，朕连旨意都写好了，这要废了那虚伪的名分，这要昭告天下，林常渊不是朕的小叔，他是朕余生唯一的依靠。这是要强抢民男吗？对，朕抢定了。常渊，你说你时日无多，那接下来的每一天，你都只能属于我。月娘，为了你，我会跟老天爷再多争几年。不是争几年，是我们要一起看着江山岁岁年年。二郎这辈子总算没白活。开天封地头一回啊，女帝大婚，娶的还是咱们的守护神摄政王。5年前，林都督在北境一人一剑射杀狼王，今日他大婚，吾皇特命我送上瀚海夜明珠10对，愿王爷福寿绵长。大作承平，今日普天同庆，诸位使臣入殿请吧。陛下今日美得让臣不敢直视。在朕眼里，满朝文武、万国使臣都不及你这发间的一缕银霜。迎帝后合卺，祭告天地。朕承天命，今日与夫君林长渊结为连理，
林氏长渊5年来为民请命，活人无数，功在社稷，朕代万民请天垂怜，赐其长寿。系统，我这23年寿数，若能换他这一刻的欢颜，我死而无憾。参见大岁皇殿下，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神仙大婚，林老板百年好合。长渊，你看，咱们真的把这荒年变成了盛世。这盛世才刚刚开始，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长渊，从今天起，你是我的夫，我是你的妻，不管剩下多少年，我们都再也不分开了。好，不分开，我会陪着你，直到这天下再无荒年。长渊，昨夜巡防营抓到了几个在城根底下刻字的，写的竟是妖星入宫，天降死粮。5年前我用空间灵泉救了全天下，这5年大岁无荒年，断了多少贪官污吏的财路，他们等这一天，怕是等了很久了。陛下，摄政王赐下的圣米，在江南苏杭一带，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这种毒米，百姓食之腹痛难忍，已有数千人倒下。查清楚了，不是粮食变质，是有人在江南官仓里投了寒烟散，这种药专门腐蚀谷物外壳。而且这帮前朝旧臣联合了南方的地主豪绅，趁机散布谣言，说你亡期已尽，老天爷要收回灵粮。他们现在大量囤积陈粮，打算把粮价再炒回10两银子一斗。圣米怎么会变黑？难道摄政王的神力真的如传言般是透支了国运的妖法？谢大人，苏杭离京城2000里，快马也要7日。昨日发生的变故，你今日就能拿到样米在殿上哭诉。这消息传的比本王的暗卫还快。林长渊这5年来，身体早已是强弩之末。只要咱们毁了他的明星根基，太后在北方联络的旧部就会起兵。统领，沈月娘手里的封印不好拿呀。沈月娘唯一的软肋就是林长渊。若林长渊在众目睽睽之下妖法自焚，你猜这位女帝还会不会坐在那龙椅上？好一招杀人诛心！他们想让天下人觉得，离了我林长根，这天下照样能活；有了我林长根，这天下才有灾异。空间在剧烈震动，不仅是因为体力的损耗，这种感觉是有大量的邪气在干扰灵泉的根脉。长渊，你怎么了？月娘，这一局，他们不仅要粮，还要我的命。明天巡视官仓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千万别离开冷风的护卫圈。王爷，百姓们都等着呢。若官仓里的粮也是黑的，那这大蜀的天下怕是撑不过这个春天了。谢大人，本王若能变出好粮，你这颗项上人头，老天爷降罚了！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来人，护驾陛下，拿下妖人！保护陛下！朕在此，逆贼而敢！谢言，你以为你换了本王的粮，我就无计可施了？老七，告诉大家，这所谓的黑米到底是什么？乡亲们，这根本不是粮变，而是本王特意让各仓混入的清瘟药种。这几日南方有瘟症苗头，这种黑皮包裹的种子才是救命的药。王爷圣明，陛下万岁！不可能，明明我亲眼看见他们捣了药。你亲眼看见的是我想让你看见。作为一个商人，我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谢大人，你背后的那些谢家庄园，此刻应该已经被冷将军的骑兵抄完了。长渊，为了这一局，你刚才是不是又强行用了空间引导重力？你的手在抖。小事，只要把这些不安分的钉子拔了，你这江山才能真正叫盛世。空间核心因强行干预现实物，预计宿主完全丧失能力倒计时100天。100天，足够我陪他走完这个春天了。长渊，今天休朝，朕哪里也不去，就在这儿陪着你。陛下，总待在深宫里，心会闷坏的。臣在御花园后山那块荒地里，给你准备了个惊喜。这是咱们以前的家。王爷说，陛下贵为95至尊，却再也吃不到当初那碗糊了锅底的杂粮粥，于是命奴才在这儿复刻了一个。长渊，我忘了，今天咱们不吃雪域灵米，吃你当初从山上打回来的野兔肉，好不好？好，嫂子做的什么都好。别动，求你别动。月娘，你看，
这大隋的仗打完了，我这双杀人的手竟然连一根柴都拿不动。冷风是重情之人，他的100单8将我已经留下了暗令，无论何时，他们只认你手里的凤印。老七手里的商号，那是大硕的血脉，我也让他分成了3份，2份归国库，1份留给你以后离宫养老。朕不听，你还没陪朕看明年的春耕，不许说这些。月娘，人这一辈子能把荒年走成盛世，已经赚了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早点就告诉你我爱你。警告：空间核心能量0.01%，宿主意识即将与空间彻底切断。我剩下的能量全部凝结成4纪种。我要这片土地，即便没有我的灵泉，也能岁岁平安。陛下，王爷的脉象像是一口已经干透的井。胡说，他只是累了，他会好起来的。月娘，收好，这是林家村最后的土特产。开春的时候，把它种在御花园，他们会告诉你怎么打理这大修的4季。冷风，老将军的腿伤，冬日记得提醒他用火龙烤一烤。末将领命。老七，咱们林家出来的孩子不能欺负百姓，伤道及人道，懂吗？二郎，我懂，我都记住了。常渊，你记不记得当初在柴房，你劈开赵金宝那一斧头的时候，眼神特别凶？记得，那时候我就在想，这么漂亮的嫂子，怎么能让人欺负了去？月娘，我有点累了。累了就睡吧，朕在，朕一直都在。常渊，这屋里冷，臣妾给你把火拨旺些，好不好？二郎，药好了，趁热喝了，明儿个咱们还得去燕山。二郎，二郎，你别吓我，你醒醒，你跟俺说句话呀！大叙摄政王，北平林氏长渊，于景和5年5月初6驾崩。神仙，那是救活了咱们全家的神仙啊！陛下，求您哭出来吧，陛下，您这样，二郎在地下也不安心啊。哭什么？他只是累了。他答应过我，要陪我看明年的春耕。那一年，大叙没有荒年，却迎来了一场最冷的春天。那个从异世走来的旅人，留下了满城繁华，却带走了大叙女帝唯一的魂。陛下，礼部请示，王爷的灵柩已停在太和殿，是否要？他不爱那冷冰的大宴，他说了，他回老家交账去了。这儿就是他的家。第一颗种在春天，替我遮雨；第二颗种在秋天，替我送粮；第3颗，常渊，我把你种在心口，你能不能再睁眼看我一次？二郎，是二郎回来了！神迹，这是王爷留给大隋最后的守护。常渊，你给朕变了一棵树，朕懂了，你是要朕看着这江山岁岁年年。从今日起，凡我大叙子民，每家每户必植此柳。你看，那些孩子，再也没人知道什么是饿了。二郎这辈子
值了。嫂子，看，麦子熟了。怎么，朕的身子也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了？不，陛下，是喜脉，是摄政王的。王爷他给大岁留下了骨血。你说什么？二郎，你听见了吗？你要当爹了，咱们林家没绝后啊！王爷保佑，末将定当誓死护卫皇嗣，哪怕是拼掉这一条老命。长渊，这就是你留给朕的第3颗种子，对不对？摄政王已死，沈月娘怀了孽种，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，只要在分娩之日动手，这大旭的江山依然是咱们谢家的。摄政王留下的那棵邪树虽然诡异，但只要咱们用巫血之法断其根脉，那沈月娘就只是个待宰的羔羊。月娘，别怕，那一晚我种下的不仅是树，还有大缩未来的星辰，照顾好它，它会带我陪你看每一个春耕。杀了妖后，夺回皇权！杀了妖后，夺回皇权！谁敢踏前一步，死！是王爷，王爷显灵了，生了，是个小皇子。陛下，快看！楚军降生，天降祥瑞，大岁万岁！灵王显圣，小王爷万岁！小柳，慢点跑。母后，你看，柳树伯伯刚才跟我说话了。他说父王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看着咱们。我不曾真正离去，我活在每一粒米中，活在每一口水中，活在大隋每一个不再挨饿的孩子那亮晶晶的眼睛里。月娘，你看，这人间如你所愿。